秋洛是男人，但他成为了一名女主播，起因是父亲被查出了肾衰竭，高昂的医疗费用差点逼疯了他这个男大学生。走投无路之下，1月注册了某音账号，成为了一名女装 cos 主播。然而性子太过冷淡 ，PK 把把都输，成绩惨不忍睹。直到直播间来了个人傻钱多的富二代，富二代前后给他打赏了几十万，接了室友拿着手机走到他的面前，看到他的账号，赫然是自己直播间那个人傻钱多的榜一大哥。秋洛是个铁直男，如果被他知道真相，俩人肯定得闹掰。秋洛决定隐瞒真相，等到渡过难关再赎罪。于是他用主播号拉黑了室友的所有联系方式，结果隔天就被室友堵在了宿舍，并扬言要么交人，要么交钱，沟通无果。秋洛只能耍赖说把自己赔给他。原以为铁直男听到这种话会膈应的。绝交，哪曾想10月中旬，天气还是不见凉，到了晚上才能感受到一丝属于秋日的凉意。晚上11点，秋洛刚好到了下班时间，过了最忙碌的时间段，这会儿饭店还算清闲。和同事交接班之后，秋洛回到了休息室，和店面的整洁宽敞截然不同。休息室摆满了杂物，可活动的范围并不大。杂乱又安静的环境里，秋洛微微弓下身，在一旁的长椅上坐下，黑衬衣勾勒出他瘦削的背脊线条。秋洛疲惫地靠着墙壁，拿出刚买的林七三明治。过了晚上10点，林七商品打5折，这就是他的晚饭。手机恰好传来了消息提示音，在给你讲个笑话。大半夜不睡觉，跑来跟我讲笑话。我上次发烧去看医生，医生问我多高，我说189。你猜医生怎么说？医生让我回家等死，烧到189度，基本没救了。无聊。空荡又幽闭的环境里，那人发出了几声沉闷的低笑，微微压低的声线带了些微的鼻音。不好笑吗？感冒了。鼻子堵了，睡不着，回来的时候帮我带点感冒药，谢了兄弟。行，知道了。顺便带包烟。回去了。对，两个人其实并不熟悉，仅有的几次交集也是交班的时候有过短暂的交谈，但架不住秋洛名声大，林大有2大系草，秋洛就是其中之一。学校有很多关于他的传闻，长得帅有才华，就是家世不太好，典型的美强惨代表。更别提他和另外一位金融系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戴恒身高180，万千少男少女寻寻觅觅的梦。从入学开始，俩人的大名就响彻整个林大校园，经常有人慕名前去观望。更别提2个大帅逼住同一间宿舍这种事情，莫名让人引发无限的遐想。而此刻系草之一就在眼前。我听陈姐说，你干完这个礼拜就不来这里打工了。找到了其他兼职，时间有点冲突。唉，我的意思是，我加了很多兼职群，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拉你进去。谢谢，但是不用了。对了，秋洛，你不是和戴恒一个宿舍吗？周五我们有一个卡颜局，女 A 难免，就凭你们俩的颜值，绝对免单，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抱歉，我要打工，没时间。至于戴恒，你可以自己约，我和他没那么熟，恐怕帮不到你。哦，这样。他好高冷，可是他真的好帅呀！帅吧？可惜了。秋洛进休息室的时候，程璐一直在和朋友打视频电话，出来的时候也只是把手机放在了旁边，并没有挂断。可惜什么？你不知道，他家条件不太好，听说他妈几年前就去世了，他爸好像也得了重病，现在还在住院呢，每年光是医药费就得10几万，他每天要打好几份工，累得跟狗一样，哪有时间谈恋爱？戴恒，还是算了，他看起来玩得很花，我还是喜欢秋洛这一款的。换个角度想，那我竞争对手还挺少的吧？你觉得我有希望吗？你看秋洛那张脸，像是缺女朋友的样子吗？不缺女朋友，那他缺什么？缺男朋友？缺钱，缺钱。宿舍门禁是晚上12点，秋洛回到宿舍楼时是11点40，411宿舍内灯是关的，只亮了一盏台灯。
光线稍显昏暗。另外2个室友都是临安本地人，今天周六，他们放假之后就回家了。宿舍里只有戴恒一个人在。秋洛和戴恒的床位在同一侧，昏暗的光线下，可以看到那位大爷正慵懒地靠坐在床头，随意屈起长腿，手里拿着手机正在打游戏。好兄弟，回来的真及时，再晚2分钟我的感冒都要痊愈了，真的谢谢你。这话听着有点阴阳怪气。秋洛没跟他一般见识，走过去把手里装药的袋子搁到他的桌面。宿舍4个人，其他3个都是金融系，只有秋洛是法学专业。法学系无比苦逼的一个专业，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知识储备，经常背各种法学条例。白天他除了上课就是兼职，晚上才有时间温书。秋洛，我烟呢？没买。别告诉我你是忘了。不是，我故意的。感冒抽烟会加重病情，如果引起肺炎，你咳个不停，会影响到我的睡眠。戴恒差点要被气笑了，喉咙里掺杂着浅浅的气息声。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没过一会儿，那人叹息了一声，拖腔带调的又开了口：兄弟，你知道己令在原，兄弟急难是什么意思吗？水鸟困于原野上，兄弟有难即相救。这句话是以水鸟受困比喻兄弟有难，强调了兄弟急难时候互相救援的手足情。虽然他一口一个兄弟，但2人的关系其实并没有熟到那个地步。秋洛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社交，朋友少得可怜，再加上性格比较慢热，在旁人眼里就显得有些高冷。戴恒却是个自来熟，活得十分注意，和谁都能聊上2句，像个游刃有余的交际花。于越从小到大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大学4年，他们恐怕都要住在一个宿舍，关系不好搞得太僵。室友有合理的要求，他还是尽量帮助。你有什么事？戴交际花横松散地坐在床上，略歪着头，桃花眼微弯，勾起唇角。我需要一杯水。措辞十分礼貌，但秋洛没从他的语气里听出半分的感激。大爷就是大爷，举手投足都是世家公子哥的做派，玩世不恭且自来熟。看在他是病人的份上，秋洛莫跟他一般见识。戴恒掀起眼皮，懒洋洋的接过玻璃杯，浅尝了一口，眉头微微皱起。有点烫，稍等，我看看要吃什么药。怎么还有温度计？以防万一，你可以先量个体温。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玩意怎么用？秋洛很怀疑这位戴爷是怎么度过的以前那些年。也有可能戴爷太有钱，根本瞧不上2块钱一根的水银温度计。腋下、口腔、直肠，你选一个。你懂得还挺多。这是常识。行，说我没有常识。戴恒思索了片刻，把手里的温度计递过去，桃花眼弯起的时候，总是带了点潋滟的多情，拖腔带调的。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洗洗？刚买的，我下不去嘴。在一般情况下，秋洛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别人有需求，他都会尽量满足。但现在明显不是一般情况，这人有点像故意在找茬。秋洛忍无可忍，觉得这人真的有些得寸进尺，平静地提出疑问：您能自己下床？你是感冒还是偏瘫？戴恒似乎是被他的说辞给逗乐了，低笑出声，肩膀微颤，胸膛随之起伏，嗓音带了点哑：我没力气，有可能真是发烧了，不信你摸。鲁智深都没你高，在这装什么林黛玉？谁给你放桌上？快看看有什么药能治你的矫情。说完这么一句，秋洛把手里的玻璃杯放在他的桌面，转身回到自己的书桌前，继续温书，不再搭理那个事多且不太熟的室友。大概今天真的累极了，秋洛平时尽量收敛的那一点点尖锐的刺就冒出了头。秋洛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高冷疏离，对于旁人提出的要求又会礼貌回应。平时室友有事请他帮忙带饭打水，他从来也不会拒绝，是一个看着冷，实际挺好相处的人。难得一次听他对人比平时对人爱答不理的样子可爱多了。行吧，哥们儿自己来。林黛玉高大的身躯翻身下了床，动作矫健利落，不见一点病弱的影子。接了杯水，把体温计洗干净，又拉了把椅子在青洛旁边坐。你还有事？避免再麻烦你，我量完体温再走。戴恒桃花眼弯起，神情散漫得很。这个放嘴里就行了，要多久？5分钟。戴恒点头，从他桌面上抽了一本法学野度，松松垮垮的靠着椅子背上。有点漫长，到点了，提醒我一声。
秋洛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理所当然，他忍了忍，还是对病人友好一些，看了眼手机，记下了时间。宿舍安静下来，秋洛总算能专心学习，拿笔在书上记着重点，和戴恒狂妄桀骜的气质完全不同。秋洛看起来就没什么攻击性，他身材偏清瘦，衣服总是整齐的穿好，干净白皙，带了点书卷气，不笑的时候眉眼疏淡，让人觉得有些难以接近。可他的五官又极其漂亮，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不能沦陷的长相，狂妄又桀骜，短暂的四目相对。秋洛有些疑惑，已经过去了6分钟，这哥们儿是一页没看完，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这次戴恒先转开了视线，抬手拿下体温计，语气带了点轻佻的调侃：还没好，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故意用体温计堵住我的嘴？可以了，你看多少度？半晌后，好看的眉心微微蹙起。这玩意儿怎么看？秋洛盯着他看了2秒，伸手拿过体温计，调整角度后看清了上面显示的温度38度1。你发烧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去医院就算了。戴恒把书放回他的桌面，低垂着眉眼，在袋子里挑挑拣拣，漫不经心地说道：所以我该吃点什么药？退烧药。戴恒微信上只说是感冒，秋洛也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症状，所以每一种药都买了点，感冒药、退烧药、退热贴都有。38度5以上吃退烧药，你先吃点感冒药，再贴个退热贴。戴恒垂着眼，懒懒地靠着椅背，拿出了一个蓝色的包装袋，看着上面的图案，低声喃喃：鸡哥啊，不是儿童退热贴。你确定这玩意儿对于我这个大龄儿童能起点作用？下次请你吃鱼吧，这么能挑刺。听到这话，戴恒低头闷笑了几声，他的嗓音低沉，带着点鼻音，胸膛随着低笑微微起伏震动，在黑夜里格外清晰。秋洛额角轻轻跳了下，也不知道这人到底莫名其妙的在笑什么。宿舍里很安静，只剩下秋洛翻书的声音。戴恒手里把玩着玻璃杯，神情稍微正经了几分，只是语气依旧倦懒。谢了兄弟，欠你一个人情。不必，买药花了89，你介意就转给我，不转也无所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哪能这么算？这样，从明天开始，我给你带1个月的午饭，至于吃不吃，就随便你了。说完这么一句，戴恒把手里的玻璃杯放在桌面，抬手拍了下秋洛的肩膀，而后起身离开。床铺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很快又安静下来。关于他说的午饭，秋洛没放在心里。开学2个月以来，他中午在宿舍就没见过戴恒几次。戴爷财大气粗，在学校外面买了套房，足足500平。要不是大一强制住宿，他是不会住宿舍的。开学前，戴恒交了住宿费，却没在宿舍住过，大概是一个人待着无聊。直到上个月，他又搬了回来，宿舍内没有人说话，变得格外安静。秋洛以为对方终于消停了，结果没一会儿，不远处又响起男人慵懒低磁的嗓音：兄弟。秋洛抬起眼，等着他的下文。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女孩？什么？秋洛其实一点也不娘，只是刚才近距离之下，她的五官真的精致的有点漂亮，特别是她的眼睛形状很好看，开扇形的双眼皮，尖尖一道褶，瞳仁是纯粹的黑，睫毛很长但不翘，微微下垂，有点像婴儿睫，鼻梁挺拔，嘴唇的颜色偏浅，有点肉感，看起来有点乖，还有点傲气，不管对谁都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不熟悉的时候，还真觉得这小子有点嚣张在身上的。戴恒搓着腔调，语气听不出是调侃还是打趣，慢条斯理道：要不是你的身高在这摆着，我恐怕会以为你是女扮男装混到我们男寝。秋洛身高179，如果能稍微热爱一点运动，身高应该能突破1.8米。他骨架小，身材偏清瘦，再加上头小脸小，五官精致到漂亮，从小到大还真有不少人认为她是女孩子，但没有哪个男人会愿意听到这种话。秋洛头也没抬，声音冷淡：想打架就直说。空气安静了片刻，戴恒挑了下眉，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语气有些莫测：打架在床上合适吗？他说话一向不怎么正经，语调暧昧又缱绻，吊儿郎当的，听起来格外欠揍。合不合适的不知道，反正秋洛现在挺想打他的，只是觉得你这个五官要是有姐妹，应该也长得挺好看。
隔天是周日，秋洛依旧很忙，上午在麦当劳打工，工作5个小时，下午找了份家教的兼职，给附近的高中生补课，晚上则是在一家餐厅端盘子。大学城附近的商圈人流量挺大，来来往往各所学校的学生，偶尔也会遇到几个熟面孔。下午6、7点，餐厅正是人多的时候，店里已经没了空桌，门口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排队等位，等着传菜的空档。秋洛口袋里的手机传来了消息提示音，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室友王文东发来的消息，吐槽这个时间点所有餐厅都要等位，又问他在哪个店兼职。秋洛发了餐厅的名字过去。离这不远，帮忙拿个号，我们现在过来。好。秋洛和其他室友不同系，但室友们性格都挺好，有空的时候也会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平时相处的还不错。10多分钟之后，王文东和周末到达了餐厅门口。从餐厅出来，秋洛看了他们俩一眼，就你们俩。代行在外面抽烟，等会儿就来。王文东是本地人，家离学校也不远，要是平时应该在家吃了晚饭才会来学校。秋洛把号递给王文东，你今天回来的挺早。我们社团有活动，我就早点回学校了。王文东把写了比037数字的小纸条接过来，嘿嘿笑了2声。对了，我今天中午也没在家吃饭，回到学校都2点了，饿得不行。刚好中午代行给你买了饭，但你不在，就便宜了我。听到这话，秋洛的手指微微顿了下。王文东还在继续说着，最近排队都买不到的鹅腿饭，几所学校疯抢，很难买的，还带了一份甜品，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吃。靠，这种好事怎么就被你给碰到了？我怎么就遇不到？这1个月以来，鹅腿饭我一次都没抢到过。秋洛这才想起来，昨晚戴恒确实说过要给他带1个月的午饭，他还以为那只是玩笑话。说到鹅腿饭，周末瞬间饿得不行，摸了摸肚子，叫到多少号了？我饿了。恰好语音播报比037好，请用餐的语音。秋洛回过神，嗓音淡淡道：“到了，进去吧。”2个人立刻表演了一个弹跳起身，秋洛给他们安排了靠窗的座位。王文东和周末在同一侧坐下，把对面的宝座留给戴恒。王文东盯着于月看了好半晌，上下打量了一番。话说，这是你们这统一的工作服，还挺好看，我能不能也安排一件？秋洛穿着餐厅统一的黑色衬衣，衬着他皮肤愈发冷白。他身材清瘦挺拔，领口微长，露出点凹陷的锁骨，格外性感好看。一件工作服都被他穿出了贵气冷感的气质。你可拉倒吧，你穿上就跟那厨师似的，时尚的完成度全靠这张脸了，你懂个屁！工作服没法给你安排，吃什么随便点。经理说员工家属可以打6折。卧槽，还有这等好事情？什么好事情？耳畔传来一道磁性慵懒的嗓音，秋洛下意识侧过头，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人极具压迫性的身高。戴恒正好走到他的跟前来，将近1.9米的个头几乎要压住他头顶。男人戴着黑色口罩，眉骨愈发清晰，狭长的双眸微微上挑，神情漫不经心，带了点玩世不恭的散漫，张狂又桀骜，距离有点近。秋洛隐约能闻到他身上还没散去的烟草味，味道很淡。秋洛说我们吃饭能打6折呢，这是家属价格，低调低调。戴恒扬了下眉，看向一侧的秋洛，他的桃花眼半掀，说话时尾音习惯性的拖长，带出几分暧昧缱绻。家属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话他重复一遍之后就变得哪里不太对。可以，你终于还是认下我这个哥了。他们宿舍的几个人都是同岁，真要算起来，秋洛其实比戴恒还大了几个月份。家属的意思是，秋洛把手里的杯子摆好，神情淡淡道：“你叫我一声爸爸，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免单。”戴恒掀起眼皮，看着他的眼神有些意味深长。则年纪轻轻的，思想能不能健康一些？戴恒在对面的空位坐下，说话时还是带了轻微的鼻音，玩味道：“别老想占哥的便宜。”秋洛看他一眼，没再多说什么，转身走向后厨。餐厅给每桌都送了一壶冰镇酸梅汤。王文东拿起玻璃壶，给3个人的杯子里都倒上了一杯。我还是头一次听到秋洛对人呢，还怪可爱的。嘿嘿，戴恒抬手将口罩扯了下来，大概感冒还没好的缘故，他的眉眼间带了几分倦意。面前杯子里装着冰凉的酸梅汤，有水珠顺着杯壁蜿蜒而下。戴恒抬了下眼皮，视线从杯子上一扫而过，喉咙有点痒，但他目前对冰的没什么欲望，也就没有伸手去拿。下一刻，旁边多了一杯温热的柠檬水，还在冒着热气。戴恒的视线定格了2秒，撩起眼皮，侧头看向身旁的那人。王
文东和周末也注意到了，同时转头看向秋洛。秋洛从后厨拿了一壶柠檬水过来，并且只给戴恒倒了一杯。虽说只是一杯水的事，但凭什么戴恒有，他们俩没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戴恒有特殊待遇？他感冒，喝热的好点，你要吗？啊，戴恒，你生病了？我说你今天怎么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周末喝了一口酸梅汤，这显得我们一点也不怪爱室友。戴恒往后靠着椅背，姿势格外放荡不羁，笑得漫不经心。就一小感冒。王文东已经点好了菜，邱洛莫再多说什么，将多余的碗筷也撤走。看着邱洛的背影，你别说，秋洛当朋友真是不错，虽然看起来冷冷的，但有些小细节还真挺暖。女孩子应该就喜欢他这样的吧，又帅又体贴。戴恒靠着椅背，视线落在桌面上那杯柠檬水，很轻的扬了下眉。等了半个小时，菜才上齐。秋洛一直在忙碌，时不时过来看看他们需要点什么，更多的时候在其他桌之间来回服务。戴恒感冒没完全好，没什么胃口，手臂往后搭在椅背上，视线在那道黑色身影上一晃而过。他不跟我们一起吃。秋洛呀，上着班呢，老板不会允许的。周末在餐厅内环视了一圈，说：“发现没？有好多女孩子在盯着秋洛。生意这么好，都是冲秋洛来的吧？难怪老板愿意打6折。”旁边不少女孩子正拿着手机对着秋洛拍照，毕竟这么帅的服务生确实少见。周末往嘴里塞了一口菜，微微叹息，可惜他那张脸了。他对女孩子又不感兴趣的。开学2个多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聊过的话题。宿舍4个人，没有人表现出对于性取向的特殊，对女孩子不感兴趣。这句话怎么听怎么怪异。戴恒抬了下眼，饶有兴致。怎么说？周末看了一眼秋洛的方向，继续说：“我看到我们系花找他要微信，他连眼皮都没掀一下。系花算个雕，他只对赚钱感兴趣，一天打3份工，我看着都累。你别说，跟秋洛待在一块还是能沾点光的，连我都被搭讪了。有这回事？他们找我要秋洛的微信。”对于这件事，王文东和周末很有共同话题。周末叹了一口气，心情有些忧伤。别说了，找我搭讪的女孩子，全是为了要戴恒和秋洛这2个货的微信。我发现了，我们俩就不能跟他们俩待在一块，不然大学恐怕是找不到女朋友了。这话落下，2人如同知音般搭住对方的肩膀，愉快的决定以后咱俩不带他们俩玩。关我什么事？为什么不带我玩？2个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周末抬手指他：“你还有脸贴？你更过分，长了一张渣男脸，偏偏还不谈女朋友，暴殄天物。”戴恒觉得荒唐，依旧笑得漫不经心。不谈女朋友有罪。我要是长你这样，脚踩5条船，送我专一。戴恒的手臂搭在椅背上，如同玩世不恭的大少爷，语气玩味又散漫。有没有想过，我是给你们机会，你们来追我，说不定我就答应了。你要不要脸？直男装机，天打雷劈，迟早劈死你这个货！戴恒一看就是钢铁直男，激不了一点。往往这种人开起玩笑来无所顾虑，什么话都能毫无心理负担的说出来。刚开学的时候，王文东和周末还不太了解情况，只觉得戴恒长得高，还那么帅，妥妥的男神一枚。刚开始大家会以为他不好相处，但偏偏他脾气还挺好，平时也很能开得起玩笑。直到后来看到他手腕不经意露出来价值7位数的手表，怪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少爷只是没有炫耀，人比较低调，他们还真把他当普通人了。大概是气质摆在那，在秋洛面前，他们反倒要收敛一些。我就算追也是追秋洛，秋洛长得比小姑娘还好看，如果她是个女孩子，还真是我理想型。戴恒挑了下眉，想到昨晚他说过类似的话，某人就要跟他打架。戴恒稍稍坐直了身体，饶有兴致地说：“这话你能当着秋洛的面说一遍？”干什么？戴恒勾起唇角，他还真是想不出那人打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戴恒漫不经心地喝了口水，懒散我想看看他打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秋洛坚持到晚上9点，此刻已经8点多了。3个人吃完饭没有立刻离开，打算等秋洛一起回宿舍。过了饭点，餐厅这会儿的人少了许多，秋洛正好闲下来。他穿了一身黑衣，衬衣领口微微敞开，露出白皙的锁骨，身形清瘦挺拔，肤色冷白，手掌轻轻撑着桌面，指节修长瘦削，只是简单的靠着桌面都格外引人注目。秋洛往后轻倚着桌面，垂着眼，拿出手机打算看一眼时间。累了吧？
旁边一道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秋洛侧头，来人是和他一起在这兼职的学姐陈思。秋洛在学校认识的人并不多，陈思算一个，他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校友，只不过那个时候并不熟悉。秋洛这张脸在这摆着，就注定他的学生时代不会平凡。秋洛读高一的时候，陈思已经高3了，从不关注八卦的他，也经常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秋洛的名字。上大学之后，两个人因为一些交集反而熟了起来。陈思听说过很多关于秋洛的事，也知道他的家庭情况，给他介绍了许多兼职。秋洛将手机锁屏，收回裤袋，扫了一眼他的背包。下班了。约了摄影师，要拍一组照片，今天就早点下班了。陈思家庭条件一般，学费也要靠自己赚，平时打了几份工，也会兼职做模特的工作。一直没机会问你，你上次直播时长有点短，才半个小时就下播了，是出什么事了吗？秋洛手指微微顿了一下，父亲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为了治病还欠下了许多外债。尽管他一天打3份工，可还是难以维持。直到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现在做网红赌博来钱快，没什么门槛，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几个月就能让他把外债还清，父亲也能得到更好的治疗。秋洛可耻的心动了。1个月前，在极度缺钱的状态下，秋洛注册了抖音账号，以女生的身份，因为相比较男生，女孩子更容易接到各种推广，于是他听从学姐建议，穿上了女装拍摄。发表了第一个视频，凭借着足够高挑的身材和美艳的御姐脸，吸了一波粉。大概是他年纪不大，身材偏瘦，长相也秀气。到目前为止，没人发现他是个男人。秋洛刚上大学不久，不想被网络影响到现实生活，这个身份他没有向周围的人透露过，连宿舍的人也不知道他在网络上是一个女装大佬。这段时间，他也尝试过几次直播，只可惜效果都不太好，都是看热闹的路人，也打不了多少票，挺累的。刚开始是这样子，如果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多谢。虽然直播效果一般，至少他的第一条作品确实是火了，目前有20多万的点赞，不想辜负了他的好意。秋洛点头，陈思笑了，轻轻撞了下他的手。干嘛这么客气？那是你室友吧？他们在等你下班。秋洛拧开矿泉水瓶的盖子，仰头喝了一口，闻言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抬起眼的瞬间，恰好撞上了一双深邃多情的桃花眼。戴恒撩起眼皮，正一瞬不瞬地看过来，琥珀色的眸子带了点意味不明，两个人的视线隔空撞上。秋洛将喉咙里的水咽下，转开了视线，很轻地嗯了一声。看来你和室友相处的还不错。高中的时候，你总是独来独往，大家都觉得你有点孤僻，现在有朋友了，挺好。秋洛的手指微微顿了下，不置可否的扯了下唇。陈思赶时间下班，只简单闲聊了几句，很快就道别离开。秋洛刚收回视线，就看到王文东一脸兴奋的冲他招了招手。秋洛，过来。秋洛很轻的叹了口气，拧紧瓶盖，起身走了过去。戴恒的视线已经回归了他的手机，此刻正窝在椅子里，坐姿格外放荡不羁，长腿向两边敞着，几乎要占满整个座位。他的侧脸线条立体分明，眼皮懒懒的耷了下来，看起来没什么精神，手里拿着手机，正在打游戏。秋洛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下，看向桌对面。怎么了？我可都看到了。王文东嘿嘿笑了2声，一脸的八卦样，指了指陈思离开的方向。刚刚那妹子是谁？什么妹子？那是我学姐。学姐，在学校我就好几次看到你们俩在一块，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喜欢就上啊，你还怕追不到？秋洛看他一眼，别胡说，学姐有男朋友。有男朋友怕什么？咱们直接就是一个为爱当3，横刀夺爱的大动作。开个玩笑，没事，还有好几个学姐找我要你的微信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他简直比村口的大妈还要八卦。戴恒掀起眼皮，似笑非笑的看过去。你是兼职了媒婆生意，这么热衷于给别人介绍对象，还不是老有人找我打探你们俩的事？你们总不谈恋爱，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点机会都没有。王文东致力于推销，眼神很炽热。所以要不要我给你推漂亮学姐的微信？我目前对谈恋爱没兴趣。秋洛平时一天打3份工，他们都看在眼里。他现在全部的精力都在搞钱上，哪有时间谈恋爱？王文东啧了一声，有些失望，也不再追问，只好换了一个目标，看向秋洛身边的另一张帅脸。那你呢，戴航？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兄弟帮你参谋。喜欢什么样的？戴恒明显对这个话题并不太感兴趣，视线还落在手机屏幕上，有些敷衍的答：至少得比我好看吧。王文东的嘴角抽了一下，戴恒语调稍扬，随手指向旁边的秋洛，玩味道：要么比他好看，
你他妈的要求这么高？长得比他们俩还好看的人，他至今还没看到过。你丫的孤独终老吧！周末一直沉浸在游戏里，但也注意着他们的谈话，抽空抬起头。你们俩，一个只对钱感兴趣，一个对颜值要求太高。他提了一个建议，这样，要么你们俩凑合过得了，刚好符合对方的要求。戴恒挑了下眉，跟着低笑了2声。行啊，我是没什么意见。说到这里，他突然抬手搭住秋洛的肩，嗓音微微压低，语气暧昧又玩味。正好欠你一个人情，要么我以身相许的了。这个人一向最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什么玩笑都能开得起，什么梗都能接上。秋洛抬手拍开他搭在肩头的手臂，面无表情地送他一句滚吧。戴恒笑得漫不经心，被骂了也毫不在意的样子。正说着话，一个女孩子突然走到了他们的桌前。不好意思，我刚刚看你很久了，觉得你有点眼熟。请问你是多宝鱼吗？陡然间听到这个名字，秋洛明显愣了一下。王文东手里拿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有些莫名其妙，便好奇问了一句：什么多宝鱼？女孩子还是看着秋洛，指了指手机。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博主，名字叫多宝鱼，跟你长得好像，但她是女孩子哎，我可以跟你拍个照吗？秋洛差点维持不住表情，手指紧了紧。他这是什么运气？才注册了1个月的新号，也才发了一个作品，竟然已经被学校的人刷到了，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秋洛喉咙哽了一下，还没想好怎么回答。王文东则是十分莫名其妙，当即就拿出手机开始搜索。真的假的？多宝鱼，我来看看。秋洛来不及说点什么，王文东已经把多宝鱼这个账号给搜索了出来。看到视频的刹那，王文东眼睛差点瞪出来，看了一眼手机，又看了一眼对面的秋洛，再次看向手机。我靠，这女孩怎么跟你长得一毛一样？周末好奇的将脑袋凑了过去，我看看。看到视频里的女孩，她的眼睛倏然发亮，那颜值正中他的心巴。我操，这不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婆吗？下一秒，王文东手里的手机就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指给抽走了。戴恒姿势闲散的靠着椅背，垂着眼，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上。短短15秒的视频，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那张脸美得很轻松，极有光泽感的蓝色长直发，脸只有巴掌大，五官精致立体，冷白皮高鼻梁，挑不出任何瑕疵的一张脸。腰带竖起极细的腰线，领口处隐约可见白皙的锁骨，明明哪里都没路，但莫名的勾人。配上很有节奏感的慢摇 BGM， 轻轻晃动的动作，甚至算不上舞蹈，高傲里掺着一丝漫不经心的妩媚，形成一种极强的反差感。脸还是那张脸，可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戴恒的桃花眼微微眯起，眼神深邃，看不出情绪。半晌后，侧过眸，似笑非笑的盯着秋洛。这是你？4个人8只眼睛同时看向他，秋洛顿时感到头皮一阵发麻，不希望自己成为学校的异类，不想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作为一个男生，穿女装这件事情是让人有些不能理解的。大学4年恐怕都要住同一个宿舍，他不想被当成怪物一样看待。4个人还盯着他，正在等着他的回答。不是，这是我妹。你和你妹长得一样，你们龙凤胎啊？虽然从没听秋洛说起过有个妹妹，但也没觉得哪里不对，毕竟他们也认识才2个月，还没有熟悉到了解对方家庭成员的地步。几个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说辞。王文东感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长得这么像的龙凤胎。果然，一看你的面相，长得就像我大舅哥。既然如此，周末红着脸，隔着餐桌，伸手握住秋洛的手。妹夫在这里向你问个好，妹妹啥时候有空约出来见个面？凭空湖州出来的一个妹妹，秋洛从哪找个龙凤胎来跟她见面？秋洛将手抽了出来，侧头看向旁边的女孩，礼貌回应：抱歉，你认错人了。女孩有些尴尬，也没再提拍照的要求，连声道歉后赶紧离开了这里。王文东还在看着视频，怎么看怎么神奇，点开了评论区。看来大家的审美都挺一致，竟然还有人说像男的。王文东嘿嘿笑了2声，喃喃道：不过你妹看起来确实挺高，跟你差不多吧？这张脸简直复制粘贴啊！妹妹也太好看了。秋洛，你嘴够严的，平时都没听你说起过。秋洛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表现得很淡定。你没问。周末一夜，这叫什么话？他总不能逢人就问人家有没有妹妹吧？这不是变态吗？周末的视线一停，突然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靠，老王同志，你这个同志思想很不健康啊！竟然收藏了这么多美女，你平时都看些什么？王文东给多宝鱼的视频点了赞，然后周末看到了他的收藏列表，一水的美女视频。他还给不同的美女划分了等级，贵妃、贵嫔、昭仪、婕妤、美人、才人，这么多等级，其中只有皇后一栏还是空缺，显示0的字样。朕的后宫妃嫔无数，后位一直空缺，妹妹这个颜值，绝对可以封个皇后了。我怎么从来刷不到这些？快推给我！某音推给我的，不是这脱发就是肾宝，他是不是偷窥了我的隐私？这话落下，王文东盯着他看了2秒，苦口婆心的拍他的肩。他在提醒你，少年，你要节制了。他们的话题正在逐渐跑偏，总算不再把焦点聚集在妹妹的身上。秋洛松了一口气，把手里的玻璃杯放下，旁边传来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顺着空气钻进他的耳膜。你喝的好像是我的水。这声音来得突然，就在他的耳侧，距离很近，让人没由来的打了个战栗。秋洛差点被呛到，突然反应过来，他刚才拿的是学姐给的矿泉水，此刻手上拿的却是玻璃杯，他好像确实错拿了旁边带横的杯子。秋洛硬着头皮将水咽下，缓慢的转过头，正好撞上一双深邃的桃花眼，那双琥珀色的瞳孔里面含了点笑意，正饶有兴致的盯着他，带了点鬼深长的意思。秋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哦，有点口渴，我重新给你拿一个杯子。戴恒扯了下唇角，盯着他的脸看了2秒，视线下移，落在秋洛手里的玻璃杯，脱腔带调道：“没事，如果你不怕被我传染，我是无所谓。”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10点，王文东和周末一路吵着回来的，还在研究手机里的各色美女视频。王文东很绝望，靠，老子的珍藏都被你掏空了，一滴都不剩了。胡说，明明还有2个，全部都推给我，搞快点！2个人吵得不亦乐乎。戴恒不在宿舍，大概去了楼道抽烟。秋洛在餐厅兼职，身上难免会沾了点油烟味。室友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似乎也没有用卫生间的打算。他拿了干净的衣服，直接去卫生间洗漱。男生洗澡没那么多步骤，15分钟之后，他拿毛巾擦着头发从卫生间出来。戴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此刻正坐在桌前，敞着长腿，垂眼玩游戏，神情有些倦怠。王文东和周末凑在书桌前，手里拿着手机，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秋洛的头发稍微有点长了，此刻正半干半湿的垂在额前，有些凌乱。他走到柜子前，从里面拿出吹风机吹干。听到动静，戴恒百无聊赖的掀起眼皮，视线定格住。秋洛正背对着他站在柜子前边，他的身形清瘦，穿了件干净的白色 T 恤和灰色运动长裤，因为踩手的动作，衣摆稍稍向上拽动，隐约能看清他后背伶仃的骨骼线条以及收得很窄的腰线。戴恒挑了下眉，很轻的得了声：“平时就吃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好不容易给他带一顿饭，结果还没吃上，难怪这么瘦。”吹风机的声音停止时，戴恒这才慢条斯理的收回了视线，手机屏幕里早就已经显示 Game Over 的界面。戴恒半合着眼，手指挪动，直接点了重新开始，将头发吹得半干后，秋洛把吹风机收回柜子里。现在时间还早，他还可以看会儿书。刚在书桌前坐下，后边凑在一起的2人突然发出了聒噪的声音。我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怎么还乱造谣呢？他们的动静太大，秋洛回头看了一眼，什么？学校论坛里面有人发了帖子，说你和戴航是一对。明明是4个人的友情，我和周末却排不上姓名，为他妈什么？就因为我们俩长得不够帅是吗？给你们看看他放的什么屁！戴恒和秋洛颜值爆表，走在路上都容易被拍，经常被挂到校园网表白墙上的那一类。开学到现在，断断续续都有校友在表白墙上捞人。看看这张照片，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他妈就坐在旁边，这人拍照偏偏把我给截掉了，是不是看不起我？所以我们2个根本就不配出镜是吗？他们还说我们411男寝，只有筷子是直的，这不是造谣吗？周末立刻愤怒了，站起身来。靠，什么意思啊？把2个帅的凑一块，那我岂不是和你配一对了？我才不要！这是重点吗，兄弟？虽说秋洛没有谈恋爱的打算，但莫名其妙传出这种谣言，难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秋洛转过头，想去看身边那人的反应。结果那人单手支着脑袋，神情松散又散漫，正好整以暇的瞅着他，冲他伸出了另一只手。幸会啊，我的绯闻男朋友！
你有病！戴恒扯了下唇角，笑得漫不经心，依旧是那副慵懒散漫的模样。头一次河南的传飞吻，这感觉还挺新奇。下午2点半，明德楼窗外的天气有些阴沉，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今天周四下午第1节是英语课，大教室人满为患，剩下的位置不多。周末视线从零星几个位置上越过。秋洛，我来晚了，前面好像没位置了。英语公开课，他们俩选到了同一个老师。午休结束之后，便一起来到了教室。周末眼尖的在第1排看到了还空着了2个座位，口袋里的手机恰好传来消息提示音。秋洛拿出来看了一眼，好兄弟，帮我占个座。秋洛扫了一眼拥挤的大教室，将手机放回口袋，坐后边吧。哦，也行。2个人从前门走进去，原本嘈杂的氛围有了瞬间的安静。秋洛穿了件白色衬衫外搭灰色外套，身形清瘦挺拔，黑色背包单肩挎在肩头，女生的视线若有似无的飘了过来。周末跟2大校草在一块待得久了，也习惯了这种时刻被视线聚焦的感觉。戴恒怎么来这么晚？他中午吃完饭就不在宿舍了吧？秋洛想到午睡时半梦半醒间，隐约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好像被人喊去打球了。说来也怪，之前戴恒中午很少在学校的，这几天怎么都在宿舍，而且同样的饭还给你带一份。你们俩关系最近有点好啊？秋洛的表情产生了细微的波动，关系好到不至于，但他没想到那个人说要请他1个月的午饭，还真的说到做到。每天中午他回到宿舍，1份午饭已经摆在他的桌上了。上周6他感冒，我给他带了药，他说要还人情。秋洛嗓音淡淡的，轻描淡写的几句就将事情解释了个清楚。难怪。周末往后瘫在椅子上，习惯性拿出手机摆弄着，点开了学校的论坛。我昨天晚上逛论坛的时候，又看到了一个帖子。你知道戴恒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秋洛不属于那种爱八卦的人，对于别人的事情并不好奇，不主动打听，也不主动询问，更何况他和戴恒高中时期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可能知道？秋洛从书包里拿出书本，搁在桌面上，翻开书页。对于他人的话，他习惯礼貌性回应。什么样？得到回应的周末顿时更加来劲。我跟你说，你绝对想不到。周末找到了昨天在论坛看到的那个帖子，顺手给转到了宿舍群，然后点进了帖子里面。帖子标题：劲爆818林大金融系草那些不为人知的风流过往。里面贴了好几张照片，全是高中时期被校友偷拍的，长得太帅就是有这种后果，时时刻刻都有人帮他记录生活。上课睡觉的时候被偷拍，在学校门口骑机车嚣张离开的位置被偷拍，在酒吧的奢靡生活也被偷拍。这标题写的夸张，风流这个字眼让人误以为以前的戴恒做了什么丧心病狂的渣男事件，结果也就是他各种玩乐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在台球厅叼着烟俯身打台球的狂妄样，下一张则是在酒吧一个酒杯摇晃的花花。戴爷高中那会儿简直太野了，玩得这么花。周末看着那几张照片，觉得他们戴爷的变化有点大，上了大学之后反而收敛了。说他没谈过恋爱，你敢信？他简直每一个头发丝都有女朋友。秋洛抬了下眼，视线从那些照片上一晃而过，微不可察的挑了下眉，可以看出来确实收敛了不止1星半点。戴宗德暴改林黛玉，周末感叹：我都不敢想，他以前过的是什么醉生梦死的好日子。帖子底下有不少人讨论回复：我勒个豆，戴恒，他以前这么野，帅的我合不拢腿。虽然现在的戴恒依旧帅得很张扬，但跟以前相比，现在简直是从良。我都不敢想他玩弄了多少个小姑娘的感情，才能有如今这个气质。难怪他从入学开始就稳坐渣男榜榜首第1名。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浪子会为了女人收心，但戴恒可以。如果可以和他谈恋爱，哪怕让我住大别墅、开豪车，我也愿意。我高中就在江城，有幸和系草同一个区，就在他们隔壁学校，确实不夸张。那时候他简直帅得人尽皆知，反正我们学校没人不认识他，经常有人慕名去看他，据说把教室门口围得水泄不通。这张脸如果出道当明星也是绰绰有余。你别说，还真有星探去找过他，不过人家有钱，根本没必要去趟那趟浑水。哈哈哈，他这张脸出道我也不敢粉，我都不敢想他塌房的速度能有多快。大概是昨天刚粉上，今天已经是废墟了。没那么夸张，个人认为还是秋洛好看点。看到那个 ID， 周末愣了一下，点进详细资料，性别竟然为男，随即爆笑出声，把手机展示到秋洛面前。哎呦我，这位是你的资深舔狗啊？是哪位仁兄你知道吗？
秋洛这张脸确实男女通吃，被同性觊觎倒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据说秋洛在黑圈也十分有名，虽然他本人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秋洛靠着与被修长的手指间转动着黑色中性笔，闻言看了一眼那名字，很轻的蹙了下眉。不认识。周末只嘿嘿笑了2声，也没在意，点了返回，继续往下翻回复。下一秒又爆笑出声。渣男榜榜首，这是个什么榜单？我怎么没见到过？大概是刻板印象了。戴恒那张脸确实像是能一天换一个女朋友的顶级渣男脸。虽然那些爆料的照片里面他身边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女性，但不妨碍大家会自行脑补。还有星探去找过他，还真挺有资本。不过我们大爷活得太耀眼，指不定被人家拍到了多少废料。就这些照片给爆出去，随随便便被网爆个几10遍。黑色的中性笔在修长的手指间又转动了一圈，修洛很轻的笑了笑。教室内光线明亮，声音嘈杂，有聊天的，有玩手机的。他敏锐的察觉到有一道视线正注视着他。修洛转动笔的动作停了下来，而后抬了下眼，看向教室门口的方向，正好对上了那个人的眼睛。男人的头发稍稍有些长，在脑后扎了个小揪，画了一只很大的单肩包，戴着金丝边眼镜，此刻正直勾勾的盯着他，露出了一抹笑容。修洛在脑海中搜寻了一下记忆，确定自己不认识他，察觉到他的表情变化。周末顺着秋洛的视线看了过去，我靠，他怎么也在这儿？你认识？他文学系的。叶檀，上周他还找你要过微信，你忘了？秋洛手里的笔又转动了一圈，想了想，确实没什么印象。这人有点奇怪，有传闻说他是 gay， 我本来还不相信，直到上周他来找你要微信。说到这里，周末盯着秋洛看了一会儿，猜测道：你说他不会真的对你有意思，想追你吧？秋洛微不可察的蹙了下眉，我都不认识他。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天被造谣是 gay 的帖子起了作用，最近总有一些陌生的男性来加他微信，备注都在问他的性取向。这段时间他不堪其扰，确实有点烦了。秋洛虽然看起来高冷，但实际性格比较温和，此刻少见的对于一个人或是产生了抵触的情绪。秋洛，你不会恐同吧？看到他的反应，周末摸了摸鼻子，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小声道：也可能只是传闻，我看着他好像还挺正常。个屁！说到这里，周末立刻噤了声，因为此刻男人已经走到了秋洛的旁边，那里就有一个空位。叶檀站在走廊上，视线扫了一眼椅子上黑色的背包，手掌撑在桌面，稍稍弯下腰，轻笑着说：“好巧啊，又见面了。”啪嗒一声，手里转动的笔掉在了桌面上。秋洛侧头看了过去，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想了想，问道：“我们认识？”有点伤人了，秋洛同学，看来我在你这里一点印象都没留下。叶檀沉吟片刻，轻笑着答道：“我们同一个社团活动的时候见过几次，上周我找你要过微信，不过你无情的拒绝了。想起来了吗？前段时间学校社团内部在学姐的怂恿下，秋洛报名了话剧社团，也确实参加过2次活动，但还真没发现他们社团有这么个人。是吗？不好意思，我没注意。那我们现在算是认识了。”对于他的冷淡，叶檀似乎并不在意，视线扫过椅子上的黑色背包，笑着问：“所以我能坐在这里吗？”他的语气里带了点讳莫如深的兴味，不知道是不是周末的话起了作用。秋洛的心情有些难以言喻，他不喜欢这个人盯着自己的眼神，让人莫名感到的不适。此刻秋洛就这么掀起眼皮，直直的看过去，瞳孔的颜色漆黑，眼底带了点疏离，皮肤是冷白的颜色，脖颈修长，隐约可以看见衬衫一角露出半截瘦削的锁骨，近距离之下好像更好看了。秋洛的视线在他的衬衣领口处定格了2秒，而后往上抬，再次对上他的眼睛，眸底的某种兴味还未消散。秋洛微微皱了下眉，还没来得及开口，不能。旁边传来慵懒又散漫的一声。秋洛的手指微微顿了下，侧头看了过去。戴恒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高大挺拔的身形懒懒地倚靠着墙壁。最近变了天，气温陡然下降到10几度，众人纷纷穿起了外套。在一众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人群中，只有他最嚣张，依旧是那件卫衣，也看不出牌子，只偶尔露出手腕处的名表，低调的张扬。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无比安静。看到走到跟前的人，叶檀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戴恒唇角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手掌搭在椅背，脱腔带调道：“不好意思，这是我兄弟给我站着坐。”他的语调懒懒的，将近1.9米的个头处在那，给人强烈的压迫感。明明是十分礼貌的措辞，却没让人感觉到几分尊重。叶檀扯了下唇角，笑容逐渐勉强：“是吗？我还以为这里没人。”那你现在知道了，劳驾让一让。
怎么这么晚？戴恒收回了视线，周身狂妄的气息有所收敛，又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懒散样，在椅子上坐下。这人是谁？秋洛甚至没再看那人一眼，不认识。两个人自顾自地聊起天来，把旁边的人无视了个彻底。叶檀收敛了笑意，目光在秋洛身上停留1秒，很快收回视线，径直走向教室另一侧的角落。上课铃声响起，老师随之走进了教室，教室安静了下来。刚才的小插曲也没人放在心上。讲台上的老师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开始讲课，坐在中间的秋洛看着前方，很专注地听课，手里的笔在手指间又转了一圈。大教室人多，即使是安静下来，也时不时会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周末轻轻往后靠，隔着中间的秋洛小声询问：戴恒，看到群里的消息没？戴恒往后靠着椅背，长腿随意曲起，漫不经心地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什么消息？您的风流往事都被扒出来了，不去解决一下？目前校园网里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那个帖子，并且言论逐渐不可控。戴恒俨然已经坐实了他的渣男人设，尽管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受害人。戴恒扬了下眉，点进那个帖子，随意翻了下。就这家伙这么造谣你，不管管？不算造谣，照片拍的还不错。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不是没谈过女朋友，而是谈的太多，所以现在开始吃素了。老实交代，你到底祸害过多少个小妹妹？戴恒撩起眼皮，散漫道：说什么呢？我纯情男高，别造我谣。虽然秋洛并没有刻意听他们的对话，但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刺耳，没忍住转过头，视线在他的脸上游移了一圈。帅得很客观的一张脸，但绝对跟纯情搭不上半毛钱的关系。短暂的四目相对，戴恒挑了下眉，似笑非笑道：看什么？没什么，就是好奇。好奇什么？你也好奇他霍霍了多少个女孩？好奇他怎么保养的皮肤，怎么可以保养的那么厚？你看，连秋洛都听不下去了。戴恒扯了下唇角，手臂闲散的搭在椅背，盯着那人的侧脸，笑得散漫，身子稍稍往前倾，一只手臂搭在桌面上，靠近秋洛一些。给你讲个笑话，绯闻男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讲冷笑话，而且这是个什么称呼？秋洛的视线往上抬，对上他的眼睛。什么笑话？戴恒离他更近了些，刻意压低了音量，如同在跟他耳语。话说，有一位记者去南极考察，他采访了企鹅，问他平时都会做些什么。企鹅回答：吃饭、睡觉、打豆豆。问了很多企鹅，他们都是同样的回答。直到问到100只企鹅，他回答吃饭睡觉。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不打豆豆？企鹅说：因为我就是豆豆。秋洛有时候真的很想报警。20年前的笑话，你的冷笑话库该更新了。戴恒的笑容没有变过，单手支着脑袋，依旧是那副散漫的模样。那你问问我的爱好。没想到他的冷笑话还有后续版本。秋洛的睫毛动了动，转过头看着他，配合的询问：你什么爱好？我的爱好是吃饭、睡觉、打飞机。秋洛眉心微蹙，看着他的眼神有些一言难尽。他不仅想报警，还想给精神病院打个电话。秋洛收回视线，看向前方：少吃点盐吧，看你闲的。下课之后给你联系个精神病院。大概是他表达的情绪太过直白，嫌弃都写在脸上。戴恒抬手抵住鼻梁，低笑出声，肩膀微颤，胸膛都随着起伏。半晌，他才哑着嗓子开口：我有一个朋友叫飞机，你想什么呢？秋洛掀起眼皮，神情很平静，一脸你看我相信吗的冷淡表情。你个变态，还不信？戴恒从裤袋里掏出手机，点开群聊，打算给自己证明。秋洛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认真的盯着前方，不再跟他浪费时间，一副你在骚扰我，我他妈就揍你的冷漠气场。玩脱了。戴恒无奈的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开了微信，才发现上面有很多未读消息，页面上一整排的红色小点，十分醒目。他逐一清除了那些小红点，指尖挪动，点进了一个群名叫做精神病友交流群的群聊。群里只有5个人，都是戴恒从小到大的死党，里面聊得热火朝天，消息有99家。当初戴恒报了别省的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才通知他们都很不理解，差点打飞的追杀过来。消息大多是围绕着他在学校的新生活展开的，大概是发了太多消息，戴恒也没回复，几个人开始艾特他。人呢？戴恒甩了个表情包过去，是一张将小人打的鼻青脸肿的动图，艾特邓飞机。我得罪你了。因为他的出现，群内的其他几个人也纷纷出现。哎呦喂，失踪人口回归了。
快跟我说说，你上次说看你不爽的那个室友相处的怎么样了？戴恒慵懒的靠着椅背，垂着眼，手指漫不经心的敲着字。误会，他并不是对我不爽，他是一视同仁的不爽每一个人。那么嚣张，很少有人连你的面子都不给。行，哥几个下次去教训他。滚吧，用得着你教训？那是我好兄弟。你变挺快啊，哥们！是什么让你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挺好玩的，他之前都对我爱答不理，最近开始骂我了，托他的福还当了一回林黛玉。哇，你好有病，我好喜欢。所以他骂了你几句，还把你给骂爽了，你他妈都爱骂？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有这种爱好？藏够深场，兄弟！戴恒扯了下唇角，手指在手机上轻扣了2下，侧过头看了一眼身边那人的侧脸，他也不打算再回消息了。想了想，点进邓飞机的头像，直接截了个图，然后将那张图片发给了秋洛。邓飞，外号叫飞机，他自己起的昵称就叫邓飞机。戴恒又敲了几个字，他真叫这个名儿。发完这条消息之后，戴恒侧过脸看了一眼旁边那人，秋洛正在认真上课，似乎并没有要拿手机看消息的意思。手机屏幕亮起，又有新消息发了过来。戴恒手指顿了下，点进去看了一眼，是他们宿舍群发来的消息。哈哈哈哈哈哈哈！兄弟们在吗？天大的好事，有没有人在？喂！他的消息跟连珠炮似的，一发就停不下来。兄弟你在啊？我一同学在云南读书，给我寄了菌子，据说 very 好吃，那叫一个鲜甜味美。周五，也就是明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火锅？兄弟们，消息提示震动个不停。周五？为什么是周五？周五晚上我社团有事啊。好，成功排除一个，你可以下课了。你们竟然敢在宿舍煮火锅，小心被通报批评。没事，我们有戴爷的超能力，爸爸借房子一用。戴恒在学校外边买了套房，只不过一个人住太无聊，他就搬回宿舍了。前段时间他们还去参观过他的公寓，只能说相当 nice。戴恒在群里发了个准了的表情包，谢谢爸爸，就差你了兄弟。秋洛正专心的听课，口袋里的手机一直震动个不停，他也没有要理会的意思。直到一堂课结束，老师离开了教室，秋洛才有空拿出手机扫了一眼群里的消息。课间只有20分钟，同学们陆陆续续的离开，周末下午还有其他课，也抓紧时间先。明天晚上有空。秋洛的手指微微顿了下，反应过来，他是在问群里讨论的周五晚上吃火锅的事。秋洛将手机熄了屏，放回口袋。明天下午我有事。戴恒偏着头，好整以暇的瞅着他。我看过你的课表，你周五下午没课。有其他兼职。工作到几点？不太确定。大概是他模棱两可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是不想参与宿舍的集体活动。戴恒笑得散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慢条斯理道：兄弟，做人不能太特立独行，不然会没朋友的，懂吗？他的嗓音低沉磁性，说话时尾音不自觉的拖长，总会给人温柔的错觉。戴恒的性格其实挺好的，跟他印象中那些纨绔富二代不太一样。秋洛太忙了，忙着打工兼职，除了中午偶尔会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放假的时候几乎没有参与过宿舍的集体活动。他本来就没什么朋友，如果连室友都相处不好，那就又回到了高中时期的状态。1次2次可能还好，但次数多了，确实容易被孤立。秋洛沉吟了片刻，偏眸看了他一会儿，没多做解释。知道了，我尽量早点。18、19岁的少年，身上的少年感还很强，整个人干净又清爽，鼻梁挺拔，轮廓线条清晰，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睫毛半垂，挡住眼睛里那一抹漠然，看起来竟然有点乖巧。戴恒盯着他垂下的睫毛看了一会儿，弯起唇角，手掌顺势在他头上按了一下。还挺乖，早这样不就好了？他的动作好像在摸他的狗。秋洛的身体微微顿了下，抬眼看了过去，抬手拍掉他的手掌，滚吧。戴恒笑得漫不经心，你能不能对我稍微客气一点？一天到晚对我又打又骂的。行，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给你烧香做揖，够客气吗？啧，你可真会说话，小嘴跟抹了毒似的。他叹息了声，这也就你了，要是其他人，哥们儿可不惯着。秋洛没撒谎，周五下午他真的有事儿。自从他注册了多宝鱼的账号，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
直播也开过几场，只不过效果一般。和别人连线 PK 时几乎没怎么赢过，也赚不了几个钱。平时都要上课，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开1、2场直播。加上性格比较慢热，直播的时候也说不来那些好听的，导致也没什么人愿意给他送礼物。但既然已经开始了，还是得坚持下去。所以趁着周5下午没课，秋洛打算再开1场直播。直播的地点是陈思在学校附近租的公寓。陈思现在大3，为了方便工作，也为了大4的考研，他从学校搬了出去，租的房子不大，也就1室1厅，刚好够他一个人住。知道秋洛在宿舍不方便，陈思就主动让他在自己的公寓做直播。陈思下午有课，直接把钥匙给了他，让秋洛自己过去。秋洛来过这里好几次，对于这里已经很熟悉。他有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他直播所需要的服装，没法带回宿舍，平时都寄放在陈思这里。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后，秋洛便打开电脑，开始了今天的直播。刚开播，直播间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铁粉。这美貌是真实存在的吗？老婆美疯我了好米好米，简直把我美晕了。贫穷果然能逼疯一个人。为了赚钱，秋洛早就将自尊放到了一边。看着多起来的人数，他对着屏幕打了声招呼：宝贝们下午好。秋洛用了变声器，在他自己原本的声音基础上调高了2个度，所以听起来声音偏御姐，完全听不出是男生的声音。首先声明，我不是变态。其次，老炮好美，简直按我审美长的。再次说，我不是变态。嘿嘿，老炮让我亲一下，实在不行，让我摸一下也可以。嘿嘿。老婆的一个眼神把我吊成了翘嘴。今天是高冷小猫，好想偷回家。鱼鱼这么美，为什么还不火呀？和前几次一样，流量不太好，勉强维持在200多人左右，其中大多数都是路人粉，因为主播的美貌多停留了一会儿。上次直播时倒是突然来了一波流量，但进来的都是一些猥琐普信男，私信都是问约不约这类话，让他不胜其烦，于是提前下了播。现在的主播也没那么好做，不是光凭颜值就行，那种打扮的朴素，长得有点漂亮，看起来很好骗的类型，反而容易被那些有钱的大哥打赏送礼物。老 baby 们有退休金，手里钱多得很，出手也很大方。那些起来很高级的美女，普信男可能会觉得不好拿捏，高攀不上，直播间的人气反而上不去。秋洛的粉丝受众普遍是大学生偏多，但大学生下午一般都有课，很少会看直播，这也就造成他每次直播时人气都不高。直播刚开始，秋洛没有急着 PK， 先和粉丝们聊聊天，回答一下弹幕上的问题。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个关注，加一下粉丝灯牌。他是颜值主播，舞蹈也只是跟着视频学了一些大概的动作，并不算标准，但有时候输了 PK 被要求跳舞，他还是会听话的展示。弹幕不断的刷着屏。鱼鱼，你是不是有一个哥哥？我前几天在学校附近遇到你哥了，没想到我和你哥竟然是一个学校的。把他错认成你了，好尴尬。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么抓吧，鱼鱼这么漂亮，你怎么能把鱼鱼认成一个男生呢？长得太像了啦！有这么像？一模一样。哪个学校？我想去偶遇，帅吗？超级无敌帅！我们学校法学系的系草和另一个系草在一起，特别养眼。我们系好多女生偷偷磕他们俩 CP。可能就是上次他在餐厅打工时遇到的那个女孩子，另一个系草，怕不是戴恒。眼看着弹幕上的画风似乎越来越歪，秋洛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淡定地制止了他们发散的思维。可以了，家人们，我们要开始今天的 PK 了。他点击了直播间主页左下角的 PK 字样，随机匹配了一个主播，连线成功。屏幕一分为二，屏幕一侧出现了另一个女主播的脸，女主播长得挺漂亮，名字叫爆之樱桃。看到秋洛的瞬间，他明显愣了一下，情不自禁的哇哇了一声。原本以为这个叫多宝鱼的女主播长得这么漂亮，应该是个大主播，结果一看粉丝数，甚至还不超过10万，看直播的人数甚至才100多。爆之樱桃有点失望，撇了撇嘴，怎么才这么点粉丝？打 PK 一般都是实力水平差不多的，对面比秋洛好了一些，直播间有500人，他明显是想找一些有流量的直播间打 PK。自家大哥容易上头，太容易轻松咬压的，打起来没意思，礼物也刷不了多少。他语气里的不屑太过明显。秋洛神情淡得很，听到这话看向屏幕，粉丝少不配跟你 PK。
那倒不是，主要是今天我47级的大哥在，他想野性消费一把。是这样，如果要玩的话，我们先验个资吧。我这边能刷5000票，你那边能过100吗？不过100的话，就没什么 PK 的必要了。抖音用户 ID 前方会挂一个小牌，显示等级是根据消费金额来定的。目前最高等级75级，要消费达到2000万才能够达到。47级大概消费了23万元，确实挺有实力。但验资这个词，他确实还没听说过。什么意思？秋洛刚直播没几天，对于这些规则都不是很了解，报之樱桃有点不耐烦了。就是说你那边有没有大哥？有没有条件？秋洛淡声回答：没有大哥。那你废话那么多，浪费时间。说完这么一句，报之樱桃翻了个白眼，直接挂断了连线。这位女主播的态度未免太过嚣张，直接激怒了看直播的粉丝。什么意思？现在打 PK 还要先验资？这又是从哪里兴起的规矩？靠啊！我老婆实彩被小看了。对面这嘴咽了几年啊，这么入味，这么欺负新人主播的吗？才开号1个月，直播也才3场，哪来的大哥？秋洛倒是没太放在心里，互联网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捧高踩低的现象也很常见。秋洛移动鼠标，点击 PK。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不同赛道，玩不来也正常。我再找一个。很快又随机匹配到了一个主播，这次是一个男主播，看起来30-40岁，穿着打扮挺朴素，名字叫申京兵。看到秋洛的瞬间，他眼睛就直了。哟，今天运气挺好，连了一个大美女主播，可不可以站起来看看全身？他擦了擦，想看看腿，嘿嘿。真的明目张胆的南宁，就算他是个男人，也感到不适了。女主播平时就是被这些人这样性骚扰。对面又开了口。其实是我大哥想看看美女你的身材。申京兵清了清嗓子，一副狗仗人势的表情。我大哥很有实力的，站起来看看全身呗，给你送小墨镜。现在的大环境如此，一些大网红可能还会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自己招黑。可那些底层的小主播就肆无忌惮了，甚至更愿意黑红，只要能来钱，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女主播根本就没多少尊重，只要大哥愿意上票，侮辱女性、物化女性已经是基操。你找其他人吧。那种厌烦的情绪又上来了，秋洛抬手打算挂断连线，男人急忙开口：“美女先别走啊，不是这么玩不起吧？”秋洛语气淡淡的：“不是玩不起，只是不想跟你这种人玩。”这话落下后，对面的男主播表演了一个当场破防。操，你他妈在牛逼什么？真以为自己是天仙啊？其实你也就这样，老子见过的美女没有1000也有800，你算老几？搞笑死了，你真的很装。秋洛打算挂断的手一顿，掀起眼皮，隔着屏幕看了过去。其实他也很想知道，这种恶臭男也就占小姑娘的便宜。如果对方知道他是个男的，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沉吟了片刻，似笑非笑的开了口：“其实玩一局也没什么，但我恐怕不符合你的要求。”对面的男主播笑得一脸猥琐。怎么会呢？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大美女打 PK。秋洛看着屏幕，云淡风轻地说：“可我是个男人。”他顶了一张冷艳大美女的脸，说：“我是男人，确实没法让人信服，连粉丝也不信，以为他在开玩笑。”哈哈哈哈！看把我老婆逼的，宁愿当男人也不给他看腿。哈哈哈哈哈哈！鱼啊，如果你是男人，那我是什么？来姨妈的鲁智深吗？老婆，编瞎话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啊！你长得这么伟大的一张脸，说你是男人，谁信啊？对面的申京兵显然也没信。我靠，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男的？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既然大家都是同性，看看胸不过分吧？果然变态，这年头，说实话也没人信了。秋洛眼睛的形状很好看，只不过看人时总是不带多少情绪，会让人觉得是傲慢，带了点高高在上的意味。特别是微微蹙眉时，那种感觉就更甚。此刻他的眼神莫名的带感，被他看上一眼，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一阵酥麻。男人一副被爽到了的表情。美女真会开玩笑，长得这么带劲，还喜欢骗人，随便玩一下吗？结束之后给你刷嘉年华。真的，哥从不骗人，不送不是男人。秋洛其实1秒钟都不想再多说，但听到这话，迟疑了一下，也不是不行，毕竟一个嘉年华3万音浪，价值3000人民币，和平台55分，到他手上差不多还有1500，比他前几场加起来都要多。开播3场以来，他还从来没见到过嘉年华。秋洛终究还是向嘉年华折了腰，神情始终很淡。怎么玩？对面的男主播眼睛都要挤没了，嘿嘿笑了2声。我大哥说了，如果你输了，就惩罚你叫老公，你就这么说。老公，你好厉害，人家好喜欢。他一个大老爷们还故意夹子音，这画面实在是有点费眼睛。秋洛还没来得及说话，评论区先坐不住了。月哪来的恶臭男？给鱼爬，这把绝不能让老婆输。拼了，把这个月龄花钱全部压上。
也不能让我鱼鱼受这种侮辱。他怎么不去死？哪来这么大的脸？男主播那张脸离屏幕很近，再次开了口。说定了，我们就开始 PK， 那我就闭麦了，美女，等会见哦。说完，他还撅着嘴亲了2下屏幕。月，手机脏了，这手机我都不想要了。啊，我的眼睛，能不能滚啊？我要自出双目，我老婆是犯了什么天条吗？要受这种惩罚。倒计时5分钟开始，屏幕上方有一个血条，显示的各自的音浪值，大概是对方膈应人的本领实在是太强大。秋洛总共播了3场直播，少说也 PK 了几十次，可赢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也挺淡定，从来没有因为输赢而崩过心态。没想到这一次票还挺高，大概粉丝都不想自家的美女老婆叫那种恶臭男老公，所以都下了血本。之前每次 PK 都只能勉强上到1000分，可今天居然冲到了15000，算下来也有1500块钱了。对方的音浪目前在1万左右，但上升的趋势很稳定，隐隐有反超的迹象。秋洛这边明显后劲有些不足，他的粉丝大多是大学生，平时就看看美女，主打一个白嫖，花钱还是比较少，他们的等级普遍不高。秋洛这边的音浪到2万的时候，对面已经反超到3万了。靠啊，轻敌了！对面有一个40级的大佬，在抖音消费了7万块钱才能达到40级。哼，我自己不是个富婆，没办法给老婆撑腰。秋洛安慰道：“没关系，已经很厉害了。”这个分数确实比平时已经翻了10倍，可对方上分依旧很猛，音浪值已经超过了5万。秋洛这边的血条被压得很惨，这把输定了。搁在旁边桌面上的手机突然亮了一下，秋洛扫了一眼屏幕，是一条微信消息：什么时候下班？一起打游戏。秋洛想起来，今天周5，他们晚上还有个饭局。秋洛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已经6点了，估摸了一下时间，给他回了条消息：还有1小时。行吧，哥们有点无聊。下面还附上一张图片，是他随手拍的照片。宽敞的客厅，窗帘应该是拉着的，光线有些暗。超大的白色幕布上是投影的界面，连接着 Switch。明明是双人游戏，却只有他一个人在闯关。照片往下，他的2条大长腿也无处安放似的入了镜，看出他的无聊了。秋洛简单扫了一眼，没再回复，把手机放在了一边。手机那一端的戴恒确实闲得很无聊。王文东说要借他房子吃火锅。2个人打算一边打游戏一边等秋洛下班，结果到了才发现戴恒家里的厨房干净整洁到连锅具也没有，食材除了同学给他寄的菌子，其他东西也一概没有，这还吃个毛啊！于是王文东就出门采购了。干净又宽敞的客厅，戴恒窝在沙发里，长腿向2边敞着，坐姿格外的不羁。给秋洛发完消息后，他也没了继续玩游戏的兴致，把手柄丢在一边，拿着手机顺势点进了下面的精神病友交流群，消息又叠加到了99加。戴恒懒得往上面翻，直接看了他们最近的聊天记录。我真的服气，自从老戴去了那什么破学校，经常几天都找不到人。下次我们直接杀过去吧，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估计有新的狗子了。不可能，虽然恒哥人缘好，但轻易不和人家深交，除非那个人长得很好看，这家伙很看脸的。也是，老子从没见过一个大男人这么事儿逼，交朋友还要找长得好看的，他从来不跟丑逼交朋友。嘟吗？估计就是那位林黛玉。不能吧？怎么不可能？你看他那样，人家骂他，他还乐得不行。估计对方是个大帅逼。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戴恒很轻的挑了下眉，不紧不慢的打字。又在背地里偷偷造我谣？哪有偷偷？我们在光明正大的造你的谣。老实交代，你那个新室友是不是挺好看？不然你能忍他到现在？戴恒漫不经心的敲字。法学系的系草，你以为？这话一出，瞬间勾起他们的好奇心。发张照片来看看呗，挺好奇的。戴恒坐起身来，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了根烟，咬在嘴里，拿了打火机，偏头点燃，不紧不慢的回了句语音：你有病！我去哪搞他的照片？偷拍一张。戴恒没什么情绪的回：我是变态。其实照片倒也不是没有，戴恒桃花眼微眯着，手臂闲散的搭在膝盖，指尖的烟头燃着猩红的火光。莫名想到之前王文东给他看的那个视频，和秋洛一模一样的那张脸，他的双胞胎妹妹叫什么名字来着？哦，多宝鱼。他将烟头咬在嘴里，退出微信，打开了某音 APP， 点开搜索条框，输入了多宝鱼3个字，上面立刻跳转，多宝鱼用户的头像显示正在直播的字样，竟然在直播。戴恒的视线停顿了一下，手指挪动，点击头像进入了直播。
画面卡顿了一下，屏幕里便出现了2个人，戴恒垂下眼睑，视线直直的定格在屏幕左边的那个人身上，和他好兄弟一模一样的脸，气质却截然不同，还穿着女装，那种感觉真他妈有点神奇。他之前就觉得秋洛的五官如果是女孩子应该也很好看，果然屏幕里的人确实长得很漂亮，和上次看视频时不一样的装扮，穿着稍微可爱的服装，气质却依旧是又郁又冷。只是在感谢粉丝的时候，他很轻的笑了一下，露出了一侧小小的虎牙，明媚又阳光。秋洛就从没这么笑过。戴恒感觉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的撞了一下，他舔了下唇角，这才注意到屏幕另一侧还有了一个中年大叔，眉心微不可察的拧了下，弹幕刷得很快，他从里面提取了一些关键性的信息。2个人正在打 PK， 多宝鱼这边的血条被压得有点惨，时间显示只剩下最后2分钟，如果输了，妹妹还得喊那个老东西叫老公。搞清状况后，戴恒扯了下唇角，很轻的吃了声开玩笑，那老东西也配？好兄弟的妹妹怎么可能被别人占了便宜？他将薄唇间的烟头拿下来，在烟灰缸里掐灭，拿着手机开始操作。直播间，秋洛看着被压得有点惨的血条，觉得已经是必输的局面了。虽然今天 PK 的数据是他以往最好的一次，但对方明显很有实力，他们有大哥坐镇，目前已经破了5万音浪值，他已经在心里做建设，惩罚的时候该怎么应对。对面申京兵的直播间则十分热闹，屏幕上各种礼物的特效就没停下来过。感谢各位大哥大姐。申京兵音调播得很高，显得有些聒噪。嘿嘿，今天这妹妹确实漂亮，以前从来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啧啧啧，那小妖系的会输了，咱们就要求她站起来看看腿，秀秀身材，给各位大哥饱饱眼福。申京兵还在卖力的拉着票，抽空还砍几句荤话。其实罚重一点也没关系，让他换个小吊带什么的。当了女主播不就是穿的少就会有流量吗？咱们也在帮他不是，只剩下最后1分半，他那边没什么条件，赢了等会儿他还要喊老公，备好纸了大哥们，怕你们受不了，嘿嘿。申京兵直播间的人数也不算多，看直播的也才500-600人，但他大哥等级还算高，平时仗着有几个小钱，天天找那些小主播 PK， 占人家女主播的便宜。稳了稳了，还有最后1分钟，我们守守塔。话还没说完，他眼睁睁看着对面的血条蹭蹭蹭的往回涨。卧槽，他们想偷塔，大哥们快点上票。但现在明显晚了，上票已经无济于事，对方的血条像是吃了激素似的，一个劲的往上涨，达到了一个他完全不能再反超的数字。这是什么情况？对方竟然还有这条件？我寻思着那边也没大哥呀。刚才申京兵就看了一眼，对方是个新人主播，还没有大哥守护，结果怎么上票这么猛？刚刚对面才2万多的音浪值，现在已经飙到了30万。他的血条已经被碾压的连渣都不剩了，申京兵不敢相信的眨了眨眼。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评论底下有人回复了：报告，我刚刚去看了，对面有人在刷帝王套。我靠，帝王套！来抖音这么久，还没见到有人刷过帝王套，我要过去看看。真假？对面有这个条件，一来就是帝王套，这么猛，那还玩个锤子啊？打不过，散了。申京兵的心顿时凉了一大截，原本直播间有500人，结果都被对方的帝王套吸引了，粉丝过去了一大半，瞬间只剩下200多人。他播了这么久，别说帝王套了，看到嘉年华的次数都屈指可数，结果对方一个新主播竟然已经收到了帝王套。同样震惊的人还有秋洛，刚开始那个叫放肆的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血条被压得很惨，秋洛觉得已经是必输的局面了，但他习惯性的念出给他送礼物的粉丝的 ID。 感谢放肆送的保时捷，感谢放肆送的私人飞机，感谢放肆送的抖音1号，感谢放肆。越念越不对劲，因为礼物的特效越来越高级，价格越来越高，那些特效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色彩越来越绚烂，几乎占满整个屏幕。血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将对方反超，终于有人发现了不对劲。我去，不太对呀，这是在刷帝王套吧？我没看错吧？今天是遇到神豪了！我靠！我怎么这么兴奋呢？兴奋的都发抖了！老婆终于有大哥撑腰了，哈哈哈哈哈哈！激动死了，看得我心跳加速了。这些特效我见都没见过，呜呜呜！今天算是见世面了，也太好看了吧！好浪漫，呜呜，好浪漫呀！这时候的秋洛还不知道帝王套是什么东西，便询问了一句：什么是帝王套？
有粉丝回复了，就是把礼物栏所有的礼物全部都送一遍，除开那些需要达到特定等级才能解锁的礼物。目前抖音栏上的礼物一整套刷下来将近4万块钱，30几万的音浪值。修洛还有些恍惚，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PK 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已经结束了，他赢了。血条定格在400879 vs 65632，比分悬殊有点大，对面输的过于惨烈了。然而屏幕上的特效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钱全都是钱。修洛看着那些特效，只觉得全部都透露着金钱的气息，砸得人头晕眼花。整整3分多钟的特效，直到最后一个嘉年华从屏幕中间腾空而起，整个画面莫名让人心潮澎湃。这个放肆甚至都没给他加关注，还不是他的粉丝，结果一进来就给他送了个帝王炮。修洛一度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认错了人，还是神豪大哥今天心情好，随机抽中一个主播刷帝王套，然后就抽中了他。刚才那一场 PK 除掉平台扣掉的，到他手上的将近还有2万人民币，今天一天能抵他之前好几个月的工资。修洛觉得今天大概走了狗屎运。感谢放肆，谢谢你的帝王套。放肆轻描淡写的在公屏上发了一句：送你的见面礼。见面礼？什么见面礼要花4万块钱？修洛对他有点好奇，挪动鼠标点进他的头像看了一眼，性别为男，年龄不详，头像是全黑的一片，没有发过任何作品。修洛退出了页面。非常感谢，喜欢主播可以点个关注，后台可以私信我一下。放肆现在才加了关注，又顺手送了一个点亮灯牌，然后就退出了直播间，低调又神秘，一个字也没留下。此刻直播间的弹幕还在讨论刚才的放肆哥到底是哪方神豪，出手这么阔绰。对面的申京兵的直播间气氛明显低迷了不少，刚刚那一出，他直播间掉了不少人。修洛开了麦，再次和对方连线，可以做惩罚了。申京兵完全没了那嚣张的样子。你说吧，美女，你想罚我什么？修洛想了想，有笔吗？对，申京兵从镜头前面离开，半天才回来，拿了一支黑色的马克笔。找着了，也要惩罚我写字啊？你就在脸上写，我是猥琐男。申京兵脸上的表情快要维持不住了。修洛不紧不慢的补充，还有，今天一天不许擦。让所有和他连线的人都看看猥琐男的嘴脸，评论底下一片哈哈哈哈哈哈。可以，这种人就该这么治他，叫他不尊重女性，最好在脸上再写个早泄。左边早泄，右边阳痿，横批我是猥琐男，哈哈哈哈哈！姐妹你有点狠了。中年油腻男只好不情不愿的在脸上写下那一行字。对了，你答应要刷给我的嘉年华，麻烦过来送一下。修洛可没忘记他之前说过的话，淡声提醒。毕竟你说过，不送不是男人。今天不仅输给了一个新人主播，大哥还跑了，什么好处没捞着，他才不肯花这个冤枉钱，立马滚刀了，连线一下子就断开。我去，这家伙竟然跑了！好嘛，为了那3000块钱，连男人都不当了。看来他今天想当一回女人，让他当女人都算是侮辱了女性。既然他不想当男人，那3000块钱就留着给他去泰国，让他当一回人妖也不错。老婆堆起人来好帅啊！好爱老婆，可惜老婆直播的次数太少了。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啊？要是能每天直播，流量肯定会好很多的。每天直播，修洛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看时间差不多了，修洛没再继续打 PK， 和粉丝们聊了一会儿天之后便下了播。刚才在直播，修洛只在后台私信了放肆，可以满足他的一个小要求，比如录视频或者是录制一条专属语音，感谢他的支持。但他目前还没有回复，倒是收到了不少来自粉丝的私信，有很多都是夸她漂亮，祝她越来越好。修洛每一条都点进去看了，直到点进了一个性别为男的 ID。今天的你也好漂亮，好喜欢，我可以给你买很多小裙子，下次可以穿给我一个人看吗？想把你藏起来，绑住手脚，藏在柜子里，吻遍你的每一处，让你快乐。修洛眉头皱了起来，从他第一次开播起，就总是会收到这样的消息，他又遇到网络性骚扰了，对方明显还是个变态。这时间他经常收到这种信息，倒也不算稀奇。不管对方是谁，修洛回了一个滚，然后把这个 ID 拉进了黑名单。已经6点半了，陈思还没回来，修洛拿卸妆湿巾擦了脸上的妆，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又帮忙把公寓的卫生给做了。
这才离开了他家。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马路边的一排路灯一盏盏的亮起。晚上的气温有些低，一阵秋风刮过，树叶扑簌簌的往下掉，道路上覆盖了一层枯黄的落叶。学姐租的公寓和戴恒买的房子都离学校很近，但是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在学校的南门，一个在学校的北门，完全相反的方向，走过去大概要1个小时。秋洛坐了校车，直接从北门坐到了南门。从学校南门出来时已经7点半了，这边住宅偏多，商业区离这里还有点距离。这会儿学校外面没什么人，再过一条马路就到戴恒住的小区。经过一家便利店时，身后突然传来凌乱的脚步声。秋洛，身后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嗓音有些尖锐，是女人的声音。秋洛的脚步下意识顿住，回过头看了一眼，他还没看清来人是谁，耳边传来一声清晰的掌掴，啪的一声，他的脸偏向了一侧，耳朵传来轻微的耳鸣声。秋洛好半晌才反应过来，那个女人干干脆脆的给了他一巴掌。秋洛，你们一家子好黑的心啊！世界上那么多人死，你们怎么不去死？女人大概40多岁，满身的风尘，有些歇斯底里，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拿手里的包砸在他的胸口。欠了我们那么多钱，你自己当上着好大学，过着好日子，你让我们怎么活？好日子？秋洛有些恍惚，曾经的他确实过好日子，那是多久以前了，他已经记不清了。这个女人他认得，是他爸曾经工友的老婆，他父亲是包工程的，也就是别人口中的包工头。以前行情好，家里也算有点小钱，他确实过着吃喝不愁的日子。后来渐渐的不好做了，包工头简直就是冤大头。他爸接工程，给工人找活干，给干活的工人垫生活费，给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讨要工钱。他垫付的钱要不回来，欠别人的钱也还不了。3年前，他爸接的工程出了问题，地产集团负债破产，开发商拿不出钱来交尾款，房子建了一半卷款跑路了。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爸，他手底下跟着几十上百个兄弟，却拿不出钱来付他们工资。他爸有情义，家里所有的存款都用来垫付了兄弟们的工资，可还远远不够。他自己还病倒了，急性肾衰竭，换肾需要40几万，到现在都没找到合适的肾源，每个星期都要做透析，1年下来要10几万的治疗费。他欠了一大堆的债，从高中开始，秋洛每个月打工还钱，还要给自己赚学费，这么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肩上，让他觉得笑一下都是奢侈。现在他们还是不依不饶，逼问他凭什么。他想反驳，那钱不是他爸欠下的，他爸已经做得够多了，可他却不知怎么开口。工程是他爸接下的，工人也确实是他爸找来的，工友们找不到工作，一向都他爸爸给他们介绍工作，是恩。工程款结不下来，大半年的辛苦都付诸东流，是仇。当3年过去了，工程款还没有追回来的时候，那点恩惠就被消磨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仇恨。可他又能怎么办？他什么也做不了。我儿子都没钱上大学，你们这些善良性的不怕天打雷劈，辛辛苦苦1年到头，穷人的命不是命吗？拿我们的钱过着好日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女人一边说一边哭，谩骂声引起了不少人的驻足。秋洛垂着眼，没有说话，任由女人拿包摔打在他身上，发泄着不满。对方是个女人，他没法还手。他垂着头，额发遮住眉眼，看不清他眼底的神色。女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举起包，做事要往秋洛头上砸过去。她的声音尖锐，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即将要触碰到秋洛的瞬间，砰的一声，白包被一股大力狠狠地拍开，掉在了1米开外的地面上。女人被推了一个踉跄，后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形。你他妈发什么疯？男人的嗓音冷漠又低沉，高大挺拔的身躯挡在秋洛面前，1米8、9的个子站在那，颇有几分居高临下的气场。路灯昏黄的光线从头顶投射下来，衬得他肩宽窄腰，周身仿佛都被描绘了一道金边。听到那熟悉的嗓音，秋洛的眼睑动了下，抬起头，便是他那位并不太熟的室友，此刻正挡在他的身前。戴恒只是下来买个酒，没想到会撞见这样的情景。他那位向来高贵又傲气的好兄弟，在这个时刻无疑是有些狼狈的。少年的身形偏清瘦，可体态很好，如同一棵挺拔的松柏，此刻却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额发低垂，看不清他的眉眼。外套被拽得乱七八糟，白色衬衣领口被撕扯过，扣子掉了一粒，领口微敞着，锁骨处应该是被薄薄的金属边框刮蹭过，留下了几条血痕。
平时对他的时候那么牙尖嘴利，在这个女人面前却逆来顺受，像是欠了他祖宗18代。如果刚才他没有过来制止，被那疯女人砸了那一下，现在估计已经当场毁容。想到刚才那个场景，戴恒顶了下后槽牙，莫名气不打一处来，转头看向身后的秋洛。你是个傻子，他打你，你就让他打，你他妈不知道还手啊！秋洛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他一直觉得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甚至都算不上朋友，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可是，在出事的时候，这个人却义无反顾地站在他的跟前。他现在才意识到，以前的他有多狭隘，为了他那可怜的自尊心，将自己困在了围城里。他习惯性和别人保持距离，抗拒别人对他的示好，把那当成施舍。原来看不起他的人，从来都只有他自己而已。在这一刻，秋洛的喉咙突然哽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女人捡起掉落在地的包包，直勾勾地看着戴恒，恨恨地说：“你是他同学吧？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家欠我的钱不还，这种老赖的行为，竟然还有朋友。我劝你离他这种人远一点，要不然以后有你受的。”欠你钱！戴恒扯了下唇角，平日里总是玩世不恭的气质有所收敛，掀起眼皮看了过去。欠条在哪？女人突然愣住了。你就一张嘴，你说欠你就欠你。戴恒单手抄在裤袋里，琥珀色的瞳孔里没什么情绪。他垂下眼时，眉眼压低，莫名给人几分压迫感，嗓音低沉冷感。你能拿出欠条，我替他还。你要是没有欠条，咱们就法庭上见。你这种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等着坐牢吧。也不知是理亏，还是觉得面前这个人惹不起。女人幽怨地看了一眼他身后的秋洛。秋洛，你等着，这是没完。说完这么一句，他拍了拍包包上的灰尘，没有再过多纠缠，转身离开。戴恒收回视线，嗓音不咸不淡：“这人谁？你真欠他钱？”秋洛垂着眼，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抬手把被扯乱的衣领重新拢好。你还法学系？他连欠条都没有，你怕他干什么？戴恒看他一眼，语气又恢复了一贯的吊儿郎当。这种叫寻衅滋事，连我都懂，你这个高材生不懂。平时有没有认真上课？说到这里，他微微低下头，视线落在秋洛嘴角泛青的地方，抬手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得，都轻了。那老太婆下手挺狠。秋洛身形微微顿住，他的指尖带了点凉意，轻轻触碰着他的唇角。刚才大概没反应过来，这个时候才觉得有点细微的疼。秋洛抿了下唇，抬手轻轻挥开他的手，声音很轻：“挺疼的，别他妈乱戳了。”戴恒的手还停在半空，直勾勾地盯着他，成功被气笑了。他站直了身形，抬起的手垂在身体一侧，无言道直乐。他下那么重的手，你都不疼，我轻轻碰你一下，你就疼，你专业碰我瓷啊！秋洛抬起头，盯着他看了2秒，莫名其妙的也觉得自己好笑。下一刻，他真的偏头弯起了唇角，光线不甚明亮的街角，两个人无声的盯着对方笑了一会儿，气氛轻松了不少。被对方见到了自己最狼狈的样子，秋洛此刻也觉得无所谓了。你怎么下来了？买酒。戴恒的视线落在他的唇角，停留1秒钟后，挪开了视线，轻描淡写道：“顺便看看你这么久不来，是不是掉湖里了？打算把你捞起来。”酒呢？没买。秋洛去便利店买了一扎啤酒，两个人这才不紧不慢地回了公寓。客厅格外宽敞，光线明亮，只是除了家具以外，没有摆其他的装饰品，显得有些单调。厨房里，王文东还在处理食材，听到开门的动静，伸长脑袋往外看了一眼，总算回来了。怎么这么慢？王文东系了个粉色的围裙，手里还拿着洗好的葱花。本来还想让你们有点参与感，给我打打下手，结果我一个人全部搞定了。不过现在也好，菌子已经在煮了，再过20分钟就能开吃。我这里没什么可以忙的了。王文东还惦记着他的菌子，丢下一句：“你们玩去吧。”厨房确实没什么能帮忙的。秋洛把背包放在椅子上，拿了一罐啤酒，扯开拉环后，走到沙发前的地毯上坐下，投影还停留在刚才游戏的界面。戴恒也拎了罐啤酒走过来，在他旁边的位置坐下，拿了个手柄丢给他。玩会游戏。秋洛把啤酒放在一边，研究了一下游戏手柄。玩什么？随便选一个。疯狂兔子人。可以。两个橡胶人通过配合完成通关的冒险游戏。戴恒操控着手柄进入了游戏，开始选角色。你选小粉还是小黄？小粉。秋小粉。戴恒低着下颚轻笑了一声。点确认，要开始了。两个人要操控手柄跨过路上设置的那些陷阱路障，稍不留神就容易被那些尖刺给扎死。戴恒漫不经心的指挥。去捡萝卜，跳过去。走到半路，遇到一个尖刺路障，怎么跳都跳不过去。秋洛死了好几回。
你又死了，行吧，哥们儿，给你表演一个当场殉情。戴恒操控着小人直接跳进尖刺里，被扎得血液飞溅。秋洛眼皮跳了跳，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了。游戏又重开，依旧是那个过不去的路上。刚才那姿势不对，这地方咱俩得一起过。戴恒往后靠着沙发边沿，语气依旧懒懒。过来，你坐我身上。下一秒，屏幕上两个小人一前一后的交叠在一起，两个人躺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秋洛的额角轻轻抽动了下，拿脚踢他。你他妈能不能放开我的屁股？这样我怎么走？按 M 键，脚蹬起来。戴恒专心操控着手柄，冷不丁被踹上一脚，倒也没生气。咱俩得抱一块翻过去，不然怎么过关？不行，换你来抱我，或者头抱着头，就像嘴对嘴那样。听到他们的对话，不远处的王文东露出了大为震惊的眼神。靠！你们怎么玩个游戏？又是屁股又是嘴的，这是正经游戏吗？两个人还在继续游戏，十分专注，并没有人理他。王文东放下他手里的东西，好奇的过来观摩了一下，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他妈是个淫荡的游戏。说完这么一句，他又回到了厨房，继续忙碌。过了10多分钟，餐厅那边已经能闻到香味了。王文东远远的喊了句：“过来吧，两位少爷，可以开饭了。”戴恒视线聚焦在屏幕，这会儿有点沉迷，漫不经心的回了句：“等会儿过完这关。”王文东坐在餐桌前，远远的看着两个沉迷于游戏的网瘾少年，无奈摇了摇头。面前的菌子火锅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那香味格外的诱人。没有人理他，他只能自言自语：“他说要20分钟，其实15分钟，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吧？”远远的，秋洛清清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再等会儿吧，当心中毒。”王文东不屑的笑了一声：“区菌子。”他坐了一会儿，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当即便拿起碗，揭开盖子，舀了一碗汤，在自己的碗里面尝了一口，那叫一个鲜！我的妈，这是什么人间美味？王文东伸长脑袋，又喊了一声：“你们再不过来，等会儿被我吃完了，可别后悔。”还是没有回应。等两个人打完游戏过来的时候，王文东已经干完了3碗菌子汤。戴恒随手扯开椅子，笑着漫不经心：“真够可以，你饿死鬼投胎的。”两个人在餐桌边坐下，桌面上的火锅冒着热气，香气弥漫在整个餐厅。秋洛尝了一口，确实很鲜，是他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安静吃了一会儿饭，王文东不知是吃饱了还是被香迷糊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察觉到他的异常，秋洛侧头看了他一眼，想问他是不是已经吃饱了。王文东眼神有些迷离，直勾勾的盯着秋洛：“美女，你哪位？你有点眼熟啊，实不相瞒，你长得好像我一个兄弟。”秋洛有些荒唐，看了一眼啤酒的方向，他喝多了。喝多个屁，他一口没喝。那一箱啤酒除了他俩一人拿了1罐以外，根本就没动过。秋洛很轻的蹙了下眉：“那他这什么症状？”话音刚落，王文东又开始他怪异的举动，两只手在面前的虚空抓来抓去。下一秒，他惊叫出声：“不对呀，兄弟们，我头上怎么长草了？快来帮我薅一下！”不是吧？秋洛有点不好的预感。戴恒靠着椅背，好整以暇的看着那大傻子，这还是他头一次看见人菌子中毒后置换的傻样，觉得有些新奇。从裤袋里拿出手机给他拍下来。好傻，别拍了。秋洛放下筷子，站起身来，快给他送医院吧。这顿饭注定是吃不成了。两个人草草收拾了一下桌面，一左一右架起王文东的胳膊，直接把人抬到楼下，打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而去。这个时间点，只有急诊还开着。经过医生诊断后，得出结论：王文东是菌子火锅中毒。主要是时间没煮够，再加上他吃的又比较多，症状就比较严重。秋洛和戴恒倒没怎么吃，只浅尝了几口，目前为止没有中毒现象。王文东躺在担架床上，直接被送过去洗胃。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再次被送回病房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王文东躺在病床上，手背上还在挂水，整个人都有些虚弱。病房内目前只有他一个病人，旁边的病床是空着的。秋洛和戴恒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只觉得今天晚上发生的事离谱又好笑。戴恒侧过脸：“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对劲？想不想吐？”“挺好，可能只吃了1口，所以没事。”说到这里，秋洛有些无奈的闭上眼睛，语气稍显疲惫：“我提醒过他，让他多煮会儿了。”戴恒整个人窝在沙发里，长腿随意的敞着，嗓音有些倦懒：“这他妈叫什么事儿？
吃个火锅还能吃中毒，3个人差点死在我公寓里。修罗往后靠着沙发，跟着笑了笑。你说？戴恒转过头来，盯着少年舒展开的侧颜，修罗也偏头看向他。病房内没有其他的声音，2个人无声的对上视线。戴恒微仰着头，笑得漫不经心。经历了这件事，咱俩这算不算是过命的交情？修罗很轻的挑了下眉，还没来得及回答，确实是过命的交情。旁边传来王文东虚弱的回应声，2个人同时看了过去。王文东气若游丝。不过我还是想多问一句，你们俩的交情为什么最后过的是我的命？作为这次中毒案件唯一的受害者，他着实是有点惨了。修罗靠在沙发里，笑得停不下来。戴恒也扯了下唇角，再次将头转过来时，视线就那么定格住。少年的眉眼舒展开，笑起来的样子明媚又阳光，唇角那一颗小小的虎牙为他增添了几分可爱。戴恒唇角的笑意渐渐收敛，琥珀色的瞳孔沉淀下来，便显得深邃了几分。修罗的五官本来就长得精致，鼻梁挺拔，嘴唇又偏肉感，尖尖的颜色，形状也很好看。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样子，唇角的笑弧让人挪不开眼。他觉得他大概也有点中毒了。面前的少年和直播间那个少女的样子渐渐重合在一起，脑子里莫名就冒出了那个想法，他的嘴唇应该很适合接吻。反应过来自己在想什么之后，戴恒喉结缓慢地滚动了一下，强迫自己收回了视线。真是疯了，他想，他大概是对那个直播间的少女一见钟情了，所以他才会对这张脸起了不该有的想法。看来真的是单身太久，该谈个恋爱了。修罗没注意到旁边那人的异常，视线落在病床上。老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还挺好，那汤也挺好喝的，我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王文东有些回味地说，我现在还能看到一群小精灵在围着我跳舞，给我头上吐草。修罗很轻地挑了下眉，你是上瘾了是吗？那倒没有，虽然汤好喝，但洗胃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他看了一眼沙发边坐着的2人，行了，我没什么事儿了，你们俩要不就先回去吧，坐在这一直聊天，我也睡不着觉。行吧，修罗点点头，抬手拍了一下戴恒的胳膊，走了，让他休息。戴恒撩起眼皮，若有所思的跟着站起身来，看向病床上的人。那我们撤了，明天再来看你。王文东艰难的冲他们挥了挥手。从医院出来已经凌晨2点，这个时间点宿舍早就已经关门了，他们也回不去。戴恒单手抄在裤袋里，在路边拦出租车。戴恒从刚才起就神情恹恹的，看起来兴致不高。他侧头看向旁边的修罗，嗓音带了点困倦的沙哑：今晚去我那凑合一晚。这个时间点，要是平时他们早就睡下了，这会儿也困得不行。修罗没什么异议。好，不过我家没有多余的床褥，咱俩只能在主卧将就一下。他500平的房子，卧室倒有2个，其他房间改成了游戏室和影音厅。戴恒平时也不怎么去住，床褥也不会备太多，就主卧有1套床单被套，另一个房间一直都是空着的。行。修罗整个人困到思绪有些慢半拍，打了出租车回到小区时已经是凌晨2点半。走进客厅，2个人都有些困乏。随便洗洗，早点睡吧。你用主卧的卫生间。戴恒一边往客厅卫生间的方向走，一边撩起100，将上衣由下而上的拽下来。好。修罗看他一眼，挪开了视线，转身朝卧室的方向走了过去。走到卫生间门口时，戴恒的脚步顿住，他光裸着上半身，手里拿着刚拽下来的衣服，转过头来。对了，修罗也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他，柜子里面有衣服，内裤在抽屉里面。戴恒略歪着头，似笑非笑的开了口：全新的，你可以拿去穿，虽然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大。修罗没什么表情的转开了视线。谁要穿你内裤？戴恒扯了下唇角，高大挺拔的身形松松垮垮的倚着门框。哦，你打算挂空档这么奔放？你闭嘴吧。说完这么一句，修罗径直推开门走进了卧室。戴恒无声的笑了笑，站直了身形，进入了卫生间。在外面奔波了一天，还进了一趟医院，衣服上早就沾了细菌，确实不能再穿。主卧的空间很大，旁边还有一个单独的衣帽间，只不过没有发挥到它的作用，里面就挂了那么几件衣服，都是一些短袖 T 恤和运动裤。修罗从柜子里借了件白 T 和一条运动短裤，然后便直接走进了卫生间。他脱掉衣服，才发现身上确实有不少伤，唇角是青的，脸上的巴掌印倒没那么明显了，脖梗处被刮出几条血痕，腰腹部也青了几块。
秋洛平时不太喜欢运动，所以皮肤过于白了些，那些伤口看起来就十分明显，显得有些严重。他打开淋浴喷头，热水触碰到窗口时传来轻微的酸痛感。时间已经不早了，秋洛快速的洗了个澡，套上衣服之后从卫浴间走出去。戴恒的衣服对于他来说确实大了一点，但只是穿着睡个觉也没什么关系。他从浴室出来时，戴恒正好从卧室门口走进。他光裸着上半身，下面穿了条灰色的运动长裤，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身材，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肌肉线条流畅，就连蔓延近裤腰的人鱼线都清晰可见。他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吹干，半干半湿的，稍微有些凌乱，手里拿了件衣服还没来得及穿上，似乎是在思忖着什么。戴恒走到了床边，干脆将上衣丢在一边，跟他商量着。其实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爱穿上衣睡觉，你不介意吧？秋洛困得要死，哪有功夫管他穿什么？随你。深秋的天气，到晚上温度只有10几度，他家里总共就只有一床被子，2个人只能将就着盖。秋洛绕到床的另一侧，已经准备要躺下了。等等，你先擦了药再睡。秋洛实在困得睁不开眼，再加上刚刚洗过澡，被热气蒸的那一下，眼睛底下铺了一层浅淡的微红。什么药？他坐在床铺上，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懵，抬眼看过来时，像某种毛茸茸的小动物，莫名让人心软软。她要是个女孩，指不定得多招人疼。戴恒很轻的啧了声，转开视线。你脖子那不是被刮伤了？戴恒高大的身形，长身玉立在床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管药丢在床上。看你被揍的那几下，身上应该轻了不少。你先擦药，我去拿冰袋。说完这么一句，戴恒转身从卧室门口出去。修洛其实想说不用那么麻烦，但人已经出了房间，他干脆就闭了嘴。他拿起床上的那只药膏，拧开盖子，挤了一点白色膏体在手上，凭感觉往脖梗的地方涂抹。药膏微凉，触碰到伤口时传来细微的疼痛感。戴恒拿了冰袋，从卧室门口走进来的时候，就看着那人微仰着头。戴恒挪开了视线，走到床的另一侧，掀开被子上了床。等他擦完药膏了之后，再把手上用白毛巾包着的冰袋递了过去。敷一下。修洛此刻被困意支配，其实很想说不用了，要是被冰一下，估计又得清醒不少，还得重新酝酿睡意。明天再敷吧。修洛婉拒了，把药膏的盖子拧上，放在床头柜，掀开薄被盖在身上，心安理得的躺下。你在喝什么？我在喝咖啡，最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瑞幸咖啡液，几秒钟就能冲出香浓咖啡，这一箱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价格便宜又实惠。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行，我也去看看。戴恒挑了下眉，自己的身体还这么不上心，既然说不听，那就只能直接上手了。行吧，哥们帮你一把。修洛还没反应过来，他的帮他一把是什么意思？戴恒稍稍侧过了身体，一手掀开被子，另一只手直接掀开。修洛白屉的衣摆，衣服宽松，被掀起一半之后，属于少年青涩的身躯便出现在眼前。戴恒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怎么这么瘦？平时没吃饭吗？腰还他妈这么细。视线再次定格的时候，才发现腰腹部果然青了好几块。修洛的皮肤很白，那几块淤青就格外的明显。为了好兄弟早日恢复健康，戴恒扯了下唇，直接抬手把冰袋摁在了冰袋虽然被毛巾包裹着，但效果依旧很惊人。身体冷不丁被一阵低温袭击，修洛头脑瞬间清醒了几分，身体一个机灵，没忍住发出了很轻的一声。与此同时，他的手没控制住，就这么挥了过去。他的一声，修洛的左手就这么和戴恒的右脸来了个亲密接触。戴恒的脸偏向一侧，大概也是被打懵了。2秒钟之后，舌尖顶了顶后槽牙，垂眼看过来。他的瞳色偏浅，琥珀的颜色总是带着几分温柔的色泽，但眉眼压低，就这么冷冷看着人的时候，气场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对不起。修洛也有点懵了，意识到自己犯错了，认错的速度很快。主要是你都没跟我说，太突然了。僵持了2秒，就在修洛以为对方会一拳头砸到他脸上时，戴恒大概是气急了，随即很轻的呵笑了一声，喉咙里荡出尖尖的气息。行，你挨了一巴掌，我也挨了一巴掌，好兄弟就是要这么齐齐整整。
被他这么一整，秋洛的瞌睡跑了大半，躺在床上就这么看着他。此刻戴恒半跪在床铺上，像是怕他乱动，一只手拽着他的衣服往上撩起，手掌紧固住他的肩，另一只手则按在他的腰腹部。这个姿势怎么看都不太对劲，有点像恶霸欺压小娘子，打算霸王硬上弓的即视感。秋洛被这个念头给无语住了，抬手接过他手里的冰袋。行了，我自己来。从小到大，他向来没什么朋友，更加没有过和好兄弟这么亲密的举动，还有点不大习惯。但男孩子之间好像都是这样的相处模式，简单粗暴。戴恒居高临下的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眸色有些不明，这才松了手，退回自己的那一侧。秋洛坐起身来，靠在床头，老老实实的给自己受伤的地方冰敷，可不敢再敷衍，以免又被某人来个突然袭击。给淤青的地方都冰敷了一会儿，秋洛起身把冰袋放回了冰箱，这才躺回床上，总算能好好睡个觉。戴恒却有点睡不着，靠在床头，舌尖顶了顶右侧脸颊，看了一眼左侧睡得心安理得的某人，无奈又好笑。安静了片刻，他百无聊赖的拿起了手机，微信上依旧很多消息，他挨个清除掉上面的小红点，然后点进了精神病友交流群。大晚上的他们也没睡觉，依旧讨论得很欢快。兄弟们睡了吗？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好像要恋爱了。我女神同意明天跟我去约会，我太开心了，我开心的睡不着。我现在还在想我明天要弄什么发型，给我提点意见，兄弟们。是吗？哪家的女孩子这么可怜，年纪轻轻的眼睛就瞎了，居然看上了你？我女神说了，我是她见过的最帅的男人。实在不行，把人带到医院去瞧瞧，或者你把他拉到群里来，让他吃点好的吧。这个群里就属他颜值垫底，两个大明星，3期和一直潜水的那位老哥，一个差点成为大明星的校草戴恒，还有一个老二也是泡妞高手。算了，当初跟你们一个学校，害我高中3年没收到一封情书，好不容易逃离你们的魔爪，请放过我。其他人都睡了吗？一个个生活的这么规律，戴恒就算了，他又没有性生活，他睡得早，老二难道也睡了？看到这里，戴恒气笑了，不紧不慢地发了条消息：你有性生活？竟然还没睡，实不相瞒，我应该是快有了，真是不好意思，哥们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晚上抱着温香软玉入睡，不像你们孤家寡人，孤枕难眠。戴恒不紧不慢地在群里丢出一颗炸弹：孤枕难眠，不存在，老子床上现在就有人。你丫的没睡呀！刚刚我聊天你不出来，现在倒是奇迹。谁呀？你这家伙悄无声息的脱单了，所以你这么晚没睡，是因为有了性生活？倒不是。戴恒手里拿着手机，漫不经心的侧过脸，旁边的人背对着他，被子裹得很严实，只露出毛茸茸的脑袋。戴恒挑了下眉，拿手机给他拍了个背影，直接甩到了群里。我兄弟，下次说话不要大喘气，白激动了。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刺激的事情。戴恒扯了下唇角，越想越觉得荒唐，轻笑了声：“是挺刺激，刚才被他甩了一巴掌，老子从来没被人这么打过。”我去，这么说你们俩刚才是在床上打了一架，这么刺激的吗？语言的艺术是一门大学问，建议你重新回去读小学。所以你的意思是，刚才你那位好兄弟扇了你一巴掌，他不仅安然无恙，还他妈好好的睡着了。你变了，以前但凡有人碰一下你的头发，至少得断手断脚送趟医院，现在巴掌都扇你脸上了，你还无动于衷。你不是从前的那个狗子了，好歹发个正面。我现在对他的好奇达到了顶峰。新鉴定，这是一颗完美的后脑勺。好，以前我们坐一下你的床，都让我们滚蛋，你现在倒是让人家睡了一半，你很好啊。面对他们的控诉，戴恒选择了无视，他没再继续回复，手机锁屏之后丢在床头柜上，关掉了顶灯的开关。房间里的灯光暗了不少，只剩下一盏台灯，昏黄幽暗。台灯在秋落那一侧，戴恒习惯关掉所有灯光之后再入睡。他撑起手臂，身体横在秋落的上方，打算越过他去关掉台灯的开关。枕头微微往下陷，大概是感受到了外来作用力。原本熟睡的秋落突然转了个方向，正面朝向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瞬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莫名拉得很近，近到戴恒能清楚看到他的睫毛，能感觉到他呼吸时温热的气息。秋落身上是刚洗过澡，沐浴乳的味道，明明和他是一个牌子，但又感觉好像有哪里不一样。
他闭着眼睛，眼里的淡漠被藏了几分，比平日里多了一抹柔软。戴恒的动作莫名顿住，就这么垂眼看着他，这张脸大概真的长在了他的审美点上，就连秋落鼻梁上的那颗小小的痣，他都觉得意外的好看。多宝鱼也有这颗痣吗？半晌后，还好你有个妹妹。没头没尾的一句，近乎喃喃。看了一眼时间，快要8点了。秋落上午有兼职，这会儿过去时间也差不多，现在还早。秋落打算先回宿舍换个衣服之后再去上班。戴恒半靠在床头，被子随意搭在腰腹部，捞起手机看了一眼，随意问道：“你今天什么安排？打工。”秋落拿起外套套上，回答的简洁。戴恒抬眼看过去，一整天都要打工，你还真不嫌累。戴恒垂下眼，摆弄了一会儿手机，片刻后掀起眼皮，带本公主一起。秋落抬眼看过去，怀疑自己听错了，富二代吃饱了没事干，打算去体验人间疾苦。秋落怀疑的看着他，你要跟我一起去打工？不是。戴恒勾起唇角，桃花眼微弯，笑得散漫，理不直气也壮。你带我一起，我看着你打工。秋落上午在肯德基打小时工，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中午2点。早上从小区出来，在宿舍换了身衣服后，两个人在学校外的路边随便吃了点早餐。到地方的时候刚好9点整。秋落在工作台后边忙碌，戴恒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拿出手机打游戏，妥妥的一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少爷，悠哉悠哉且玩世不恭。对于他的行为，秋落不太能理解，明明可以在家待着，非要跑出来受罪，也不知道图什么。过了早餐时间段，上午店里没什么人，还算清闲。旁边2个同样在兼职的女孩子正在聊着天。你看到窗户旁边那个男生没有？好帅，好想过去要微信，不知道等我换班的时候他还在不在这。我注意他好久了，他在这待了好长时间了，好像在等人。该不会是在等女朋友吧？是在等人，但不是女朋友。秋落面无表情的备餐，没有刻意去听，但他们的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传了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越看越觉得有点眼熟。拍一张挂到表白墙吧，看看能不能捞到人。哎，这个是不是渣男榜榜首？他是不是带大校草？2个人拿出手机凑在一块讨论，后面的对话有点断断续续。还真是，本人比照片更帅啊！我去，不是吧？他难道有女朋友了吗？绝对是在等女朋友，要不然能这么有耐心？都等了1上午了。我很好奇，他长成这样，他女朋友得多漂亮啊！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这位大帅逼等的是哪位天仙？现在发个消息让他先撤行不行？毕竟戴公主等的可不是什么天仙，这俩姑娘得失望。半晌后，旁边传来女生的声音：“秋落，你是不是？”没想到突然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脑子此刻已经被女朋友3个字洗脑。秋落微微一顿，脑子瞬间卡壳，下意识接了句：“不是，我不是他女朋友。”空气安静了片刻，2个女生盯着他，同时愣住了。啊！秋落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什么？怀疑刚才自己脑子是不是短路了？没什么，不是跟你说话。他轻咳了一声，你叫我。女孩眨了眨眼睛，我是想问你是不是2点钟换班？刚才经理好像找你有点事，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好，我知道了。女孩眨了眨眼睛，过了半秒后看了他一眼，又看了落地窗前的戴恒一眼，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认识戴恒吗？”秋落的眼皮轻轻跳了下，想到前段时间校园网里说他们俩是一对的谣言，要是被人看到他们放假还黏在一起，那谣言岂不是又要被坐实？秋落抿了下唇，生硬地吐出3个字：“不认识。”啊！可是女孩抬手指了指落地窗的方向，他好像在叫你。秋落的身形微微一顿，稍显僵硬的抬头看过去，戴恒没有玩手机了，随意的靠着沙发，长腿向两边敞着，手臂搭在椅背上，单手支着脑袋，略歪着头，就这么直勾勾的看过来，也不知道盯着他看了多久。对上视线后，戴恒很轻的勾起唇角，抬起手冲他勾了勾手指。2个女生的表情明显有些精彩，秋落转过头来，欲盖弥彰的解释：“估计他是想点餐。”说完这么一句，秋落手里拿了块抹布，从工作台绕过去，走向落地窗。叫我干什么？秋落头也没抬，拿抹布在一尘不染的桌面上蹭了2下，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好像跟他完全不熟。戴恒挑了下眉，盯着他的操作，似笑非笑道：“中午想吃什么？我找个餐厅。”秋落看他一眼，随你。戴恒低下眼，漫不经心的在手机屏幕上点了2下。那我自己选了。秋落抿了下唇，突然想到什么，抬眼看过去，低声问了句：“喝点什么？”戴恒挑了下眉，抬头看他，询问的意思很明显。待了1上午，你不口渴？
秋洛这会儿没法给带公主出去买喝的，只能在店里选。可乐要不要？也行。等着。丢下这么2个字儿，他转身回到了工作台，拿了个杯子接可乐。在2个女生十分热忱的注视下，秋洛拿了一杯可乐，走过去，把杯子搁在桌面上，垂着眼，低声跟他商量着：“要么你等下先走。”戴恒神情散漫，饶有兴致的盯着他。为什么？秋洛看了眼时间，现在11点钟，我要工作到10点才下班，你不无聊？还行，我还能坚持，你忙你的，不用管我。秋洛总不可能跟他说，咱俩可能又要被误以为是 gay 被挂在校园网当众处刑，为了咱俩的清白，你还是快撤吧。但这行为好像他们2个偷偷摸摸的在搞什么地下情，更不对劲了。算了，就这样吧。秋洛终于还是没说出口，把可乐放下后，转身打算回去。对了，秋洛，戴恒刚选完了餐厅，这会儿点开了一局游戏，抽空撩起眼皮，漫不经心的问了句：“今晚回宿舍吗？还是去我那？”秋洛脚步停住，还没来得及回答，戴恒垂着眼操作着手机屏幕里的小蛇，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低声道：“但我那被子太薄，你昨晚还抢我被子，再跟你睡2次，我估计又得感冒，有空得去买2床厚点的被子。”你在口出什么狂言？谁他妈跟你睡？秋洛额角轻轻跳了下，转过头的瞬间，正好和后边来收拾桌面的女孩四目相。你不是直男，为什么要和他谈恋爱？你怎么敢和他在一起？你是我的，和他分手好不好？只有我是最爱你的。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呢？什么玩意儿？秋洛皱了下眉，怀疑是谁的恶搞短信。知道他号码的人不多，有很大可能是学校里的人。他回了句：“你谁？”等了一会儿也没收到回复，察觉到旁边的人没有跟上来，戴恒单手抄在裤袋，脚步停住，转头看了过来。怎么？秋洛手指微微顿了下，把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嗓音淡得很：“没事，垃圾短信。”他将手机锁屏，放回口袋。秋洛想起什么，抬眼看向前方那人的背影。戴恒，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戴恒脚步停住，侧头看向他，又恢复了他一贯的倦懒。干什么去？当家教，给一小孩辅导作业。我不能去。秋洛抬起眼，觉得莫名其妙。我当家教你去干什么？特色课程买1送1。安静片刻，戴恒垂下眼，漫不经心地滑动着手机屏幕，唇角的线条趋于平直。行吧，那我回公寓了。秋洛隐约察觉到他的情绪似乎变得不太好，但他现在没时间问太多，也确实没法再上他周6晚上便利店的工作，他已经辞掉了。辅导完那小孩的学习后，他还得去开一场直播。2人分开之后，秋洛直接去了做家教的那户人家，是林大附属高中正在读高1的小男生。中考的时候，他分数还差了点，找了关系塞了点钱才进来的，现在需要恶补才能勉强跟上进度。小孩最近学得很吃力，除了秋洛1对1的家教以外，家长还给他报了其他的课程。他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属于男生的房间，书架上摆着各种模型，因为有佣人打扫，房间里倒是干净又整洁。宽敞的书桌前，陈家安穿了件家居服，正坐在桌前写试卷。16岁的少年，身高已经和他差不多，大概是学业压力太重，总是不苟言笑的样子，看起来有点严肃。2个人都不是话多的性格，除了学习上的事，平时他们几乎不怎么交流。秋洛坐在另一边，和他隔了点距离，正垂着眼拿手机发信息，是戴恒刚才发来的消息。到了没？你辅导哪一科？有题吗？给我看看。秋洛觉得他大概是无聊到发慌，随手拿了张生物空白试卷，拍了张照片发给他。会不会写完邱老师给你改分？瞧不起谁呢？邱老师。下1秒钟，第1题是不是选 A？ 高1的题你不会，选 C。逗你玩，我要认真了。第2题选 B。好。第2题也选 C。高中的题这么难？秋洛慢悠悠的敲字。你怎么考上的大学？是不是作弊了？哥们儿，凭本事考进来的，生物47分。好。这家伙偏科是有多严重？高考生物47分，竟然能上985。戴恒不紧不慢的又发了条消息过来：哥们儿，高考数学150，你偏不考，专考我不会的，你是不是针对我？秋洛没忍住笑出声，原来是这样。高考数学满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还是蛮牛逼的。秋洛哥，你是谈恋爱了吗？耳边突然传来男生的声音，秋洛打字的手指停了一下，抬眼看过去。为什么这么问？陈家安转过头，盯着他的手机看了片刻，而后抬起眼。你以前辅导我写作业的时候都不会玩手机，还笑着回人消息，是在跟女朋友聊天吗？笑着，秋洛真没意识到自己回消息时竟然是笑着的，收敛起唇角的笑意。他关掉手机屏幕，没谈恋爱，只是室友的消息。你先写试卷，写完之后我给你讲题。
陈家安看了他一眼，轻轻的嗯了一声，收回视线，继续写题。秋洛没敢再玩手机，把手机搁在一边，拿起他的作业本，随手翻看了一下他这个礼拜的作业情况。作业本底下压一个牛皮本，是他没见过的一个本子。秋洛将那个本子抽了出来，还没来得及翻开，陈家安察觉到了，像是被触碰到了什么逆鳞，站起身时，椅子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蹭的一下将那本子抽走了。他有些紧张的将本子塞进了抽屉。这不是作业。房间里很安静，并没有人给他回应。戴恒很轻的扯了下唇角，嗓音低低的：“都是这么好的兄弟了，我想追你妹应该不过分吧？”当初看直播的时候也没其他的想法，但几次三番对这张脸有不该有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应该谈个恋爱了。不过戴恒舔了下唇角，若有所思：“没追到就先不跟你说了，等我真追到了再向你认罪，行吧？”他低声喃喃：“我对你妹妹也挺好的吧，你到时候可别跟我翻脸。”大概是他的声音太近，就在耳畔。睡眠中的秋洛也感受到了耳边喋喋不休的低语，很轻的蹙了下眉，大概想赶走这噪音。他手一挥，像拍蚊子一样，啪的一声，左边脸颊又挨了一巴掌，虽然不疼，但足够让人懵逼。我他妈！戴恒一整个晚上被扇了2次，这次真的是无言到直了。罪魁祸首本人则对此一无所知，依旧睡得很沉。良久，戴恒叹息了一声，算了，再原谅他一次。隔天一早，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室内，斑驳的光影照在床上长相俊美的2个人身上。今天周六，不用早八，但生物钟还是促使秋洛准时准点的醒了过来，意识逐渐回笼，鼻息间是陌生的沐浴露的味道，跟他平时用的不太一样，额头上有气息拂过，带来一阵轻微的痒意。秋洛想要抬手蹭蹭额头，下一秒蓦地惊醒，睁开眼，面前是一张近乎无可挑剔的俊脸，但距离太近，近到让人莫名的感到惊悚。他记得昨晚他睡得挺靠边，怎么一觉醒来2个人离得这么近了？秋洛下意识的想要推开面前的人，却无奈发现他的左手手腕正被那个人捏在手掌心里，对方的手掌很大，将他的手腕完全攥在手心里，竟然一时没能挣开。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虽然他已经在心里默认了戴恒好兄弟的身份，但也没有到睡觉也要牵手的地步。喂，秋洛眉心蹙了起来，手一抬，把自己的手腕从他的掌心里撤了出来。戴恒明显被他的动作给吵醒了，他懒懒的掀开眼，大概是昨晚没睡好，俊脸上还带着深深的倦意。醒来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盯着他的脸，然后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本来想骂人，但他的反应让他感觉到昨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太美好的事。你昨晚没睡好？他怀疑自己是抢了他的被子，还是抢了他的地盘。戴恒单手枕在脑后，漫不经心的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边脸颊，仔细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的指纹。戴恒半合着眼看他，很轻的呵笑出声，语气透着几分无奈。你小时候练武术的吧？打了一晚上的拳，哥们儿被你扇了2巴掌，踹了3脚。他的语气散漫，不紧不慢地陈述着秋洛的罪行。要不是困住了你的手脚，昨晚差点就被你谋杀了，你今儿还得背上1条命案。好吧，千算万算，唯独没算到他睡觉竟然喜欢殴打别人。秋洛从来也没跟别人一起睡过，他还真不知道自己睡相这么差，还好没谈恋爱，不然他对象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秋洛看了戴恒一眼，从他满脸的倦容看来，这话还是有几分真实性，他多少还是有点愧疚。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毛病，也没人跟我说过。借了人家的房，还借了人家的床，结果睡到半夜把人家给打了一顿，多少是有点说不过去了。男孩子解决问题不都是这样，能用拳头解决的事，千万别动嘴皮子。秋洛有点内疚，提了个建议，要么你揍我2下还回来，我不还手。戴恒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视线在他单薄的身子骨上面打量了一圈，在心里判断这小身板能经得住他几下。他很轻的扯了下唇角，挪开了视线，坐起身来，在旁边穿上衣服。算了，留着吧，以后再揍。这种事情还能留着，意思是以后万一他哪天不高兴了，就打他1巴掌玩完，这让他如鲠在喉，还不如现在打他一顿了事。秋洛皱着眉，你还是……或者戴恒双手抱着臂，慵懒懒道：“你满足我一个要求，这事就算了。”秋洛盯着他看了2秒，你说。戴恒挑了下眉，嗓音低低地和他商量：“你以后能不能稍微对我好点，别动不动就家暴我？”他叹息一声，拖着腔调：“兄弟把你揣心里，你把兄弟踹床底，哥们儿很受伤啊。”要不是这件事是他理亏，高低的骂他2句，家暴这个词能用在他们俩之间吗？这个文盲。秋洛敷衍的应着：“行，我以后把你当小公主，捧在手心里。抱歉，
你放在作业一起，我以为是要让我检查。没事。男生头也没回，声音闷闷的，继续奋笔疾书。修洛抬手挠了挠眼侧的肌肤，倒也没在意，毕竟谁还没点隐私了，倒也正常。拿起了下一本作业，翻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压力太大，最近这段时间陈家安的作业完成的不太好，字迹也有些飘。他的家长都不在家，平时只有保姆阿姨在照顾。结合今天试卷的完成情况，修洛将问题都记录下来，给他的家长发了微信反馈。辅导完陈家安所有的作业，已经是下午5点。修洛从学生家里出来，直接去了陈思租的房子。今天陈思倒是在家，他平时会做模特的工作，在外面也有一些门路可以借到服装。有陈思这个专业人士在，修洛直播能做稍微复杂一点的造型。陈思给他化妆的时候，唇角简直比 X 都难压。修洛的视线落在他忍不住往上翘的唇角，有些莫名。怎么了？修洛的皮肤很好，即使是素颜的情况下，也依旧好看的不像话，更别提打了点底，画上眼线和口红，将他五官的优点无限放大。没什么。陈思按耐着激动，手底给他打上高光。就是觉得秋洛你也太好看了吧，不当女孩子真是可惜了。啧，我要是个男的，我肯定得被你迷死。哦不，身为一个女人，我现在已经被你给迷死了。你在喝什么？我在喝咖啡，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渴了。冲一杯刚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吧，好喝又提神。这一盒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量大还便宜。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双11这波零食我先囤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那我也去看看。你太夸张了，一点不夸张，你是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俩人正说着话，桌面上的手机屏幕亮起，有一条消息蹦了出来：回宿舍没？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事干，总盯着他干什么？修洛拿起手机给他回了2个字：还没。想了想，他随便扯了个理由：学生家长请吃饭，晚点回宿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修洛挑了下眉。半个小时之前，修洛对镜拍了服装的照片，做了预告，通知今天要直播的事情。现在后台一直收到粉丝的私信和评论，都在问他什么时候开播。修洛垂着眼，点开那些消息，一一查看，任由陈思在他脸上补刀。其中一条私信又吸引了他的视线：你很缺钱吗？今天的衣服好漂亮，什么时候开始直播？想看看你。听说你们女主播只要砸的钱够多，就可以见面是吗？多少钱可以跟你谈恋爱？修洛想到之前被他拉黑的账号好像叫2111，这次多了一个1，但这名字太过相似，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起。又想到今天被他拉黑的那个电话号码后4位数好像也是2111，难道是同一个人？修洛微微皱了一下眉，为了将网络和现实区分开，他平时在学校时和多宝鱼是不同的2个号码。如果这个人是线上认识他，那他不可能会给修洛的电话号码发短信，除非这个人是学校的人，或者是现实里认识他的人，然后刷到了多宝鱼的账号，接二连三的被神经病骚扰。修洛有点烦恼，又想到可能是现实中认识的人，那种烦躁的情绪就更甚。一开始他其实并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想还清负债，赚够父亲换肾的40万。没想一直做主播，他不想被网络影响到了现实生活，但偏偏总有傻逼来刷存在感。妆化的差不多了，陈思拿眼线笔在他的脸颊下方点了几颗小痣，更添了一丝风情。绝美小洛可以开播了。察觉到秋洛的异常，陈思好奇的看向他的屏幕。怎么了？怎么这个表情？秋洛很轻抿了下唇，将那个号码再次拉黑，淡淡道：收到了骚扰信息，最近总是有人给我发莫名其妙的东西。陈思把眼线笔的盖子盖上，收拾着桌面上的化妆品。是这样的，当主播是挺不容易，经常会收到骚扰信息，你别管他，拉黑就行了。已经拉黑了。秋洛将手机锁屏放在了一边，做完所有的准备工作，坐在电脑前面便开始了今天的直播。就在倒计时最后5秒钟，对面真的有人偷塔了，血条停留在7886 vs 8369，修洛输了。靠，真被偷了，气死了，气死了！我刚刚在对面看了，是1111给对面主播送了个保时捷，直接把比分搬过来了。这个数字哥也太阴险了，追不到鱼就故意想看他输。虽然偷塔这种行为在 PK 里面很常见，但1111这种明显的针对确实还让人挺生气。但这种情况不能表现得太过在意，不然对方可能会越来越来劲。没事，输赢很正常。感谢刚才送礼物的家人们，我们先去接受惩罚。连上麦的瞬间，刚才敲锣打鼓的女孩子又变成了那甜美可人的模样。姐姐听得到吗？辛苦了，喝点咖啡吧。
你在哪买的咖啡呀？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好喝又提神，这一盒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现在双11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真的买得值。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今年双11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我也要买。修洛简直叹为观止，甚是佩服他的变脸功力，甚至想问他在哪里学习的。他也想去进修一下，能够毫无包袱的展示自己，这也是一种能力。修洛礼貌回应，听得到。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八宝粥俏皮的吐了吐舌头，但今天我确实是胜之不武，是顶着你们家灯牌的大哥给我送了保时捷，我才能赢。但规则是这样，你不会生气吧？鱼，没关系，你罚吧。那你给我跳个舞吧。修洛不是才艺主播，但对于惩罚他向来都会认真完成。为了当好一个主播，修洛前段时间甚至抽空学过几首动作简单，都是没有舞蹈功底也能快速学会的小舞蹈。他想了想，问对面：你想看什么？什么都可以吗？我会的不多，你想看什么我可以学。儿酷舞你会吗？其实你随意发挥也行，你顶着这张脸跳什么我都爱看了。这首歌修洛刚好也学过，移动鼠标去曲库里寻找音乐。会一点，我找音乐。私が見せてあげる。完了，有快的动作绝了，为什么这么妖娆的动作，鱼却一点也不低俗，好有反差感。呜，老婆跳舞也好好看。大概是鱼一脸正气吧，表情管理很重要，一点也不擦边。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没有老婆。妈呀，谁知道老婆跳舞这么好看？数字哥不会更爱了吧？数字哥早就回来了，现在还在榜一待着呢。很短的一个小舞蹈，但画面每一帧都绝美，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做完惩罚，修洛回到桌前坐下，屏幕那一边，八宝粥一整个看呆了的表情。你也太好看了，我给你点关注了。鱼，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哦。好的，再见。连线断开，1111在对面送完保时捷之后，又回到了多宝鱼的直播间。他在这场直播中给修洛送了4个嘉年华，此刻还明晃晃的挂在他的榜一。目前为止，1111这个 ID 没给修洛发过私信，除了在公屏上发的那句做他女朋友的话以外，也没有再发过言。修洛也就没有理会，点了 PK， 继续随机匹配下一个主播。这次连线到的也是一个新主播，那边看直播的人数还不过100，两人简单聊了几句，约定好惩罚之后各自闭麦。修洛和粉丝们聊着天，回答公屏上的问题。对面人数太少，没什么票，这一把打得很轻松。多宝鱼的血条轻轻松松将对方碾压5806 vs 23。稳了，这一把稳赢的。最近老婆涨粉的速度还挺快，一夜之间涨了5万粉爱。呜！我的绝美老婆终于要火了嘛！5分钟的 PK 时长，大概是担心1111再次偷塔。虽然他们的票数已经超出对方很多，粉丝们依旧礼物送个不停。只剩15秒的时候，血条停留在9808 vs 103，时间倒计时5秒，4、3。就在倒计时即将结束，所有人预料不及的时候，对方的血条突然之间回血，10002 vs 10104。妈的，来不及了！我去，这也能被偷了？刷礼物是有延时的，最后2秒钟的时间根本来不及送礼物。倒计时结束，对方以微弱的优势将多宝鱼反超，屏幕上再次出现了失败的字样。妈蛋，1111在对面送了一个抖音1号，刚好1万分。抖音1号1000块钱，数字哥好狠啊！我们辛辛苦苦才打到1万分，结果他一个抖音1号就毛了。他要是继续在这待着，今天怕是赢不了1点。完了，鱼，你好像得罪他了，怎么办？好不容易人气起来点，怎么就惹上了这么个瘟神？早知道鱼就先吊着他，他肯定是觉得被下了面子，所以恼羞成怒了。呵，男人都一个德行。1111在对面送完抖音1号，又回到了多宝鱼的直播间。此刻嚣张又明晃晃的挂在他的榜一。修洛念完所有的感谢名单，眸光没什么情绪波动，但确实被这行为给气笑了。管理在吗？麻烦把榜一踢出去。对面的主播明显被这破天的富贵给砸懵了。修洛开了麦之后，对面的主播还捂着嘴，一副要感动到要哭出来的模样，连鞠了好几个躬。感谢1111，感谢我们一哥送的抖音1号，这是我来了抖音之后收到的最大的礼物，真的好感动，谢谢。此刻有对面直播间的人过来好奇，1111是你们这边的大哥吧？发生了什么？大哥跑路了，跑到我们那边去刷抖音1号。大美女被大哥甩了，是不是床上没让大哥满意？
看把大哥气的。呸！谁稀罕他的抖音1号，让他快点滚！奈斯把他们一个个都踢出直播间，对面的主播平复了好半天的心情，才继续连麦。修洛依照之前的约定做了惩罚，然后就断开了连线。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涨到了2000，榜一总算不再是1111，看起来顺眼多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修洛的后台突然收到了好多申请连线的 PK， 他不认识平台上的人，之前都是点的 PK 随机连线，突然这么多人要和他连线，修洛还有些莫名，随便点了其中一个，接受了他的 PK 申请。对面是个男主播，连线成功之后笑着打了招呼：“你好。”哎呀 ，PK 一直都在打，话费要用光了。这还不简单，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而且3网都能充，每月能省下不少。领取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随机领1到4元话费券，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那我去试。对面的男主播也没说要怎么玩，嘴里嘀嘀咕咕的，好像在屏幕上寻找着什么。来了没有啊？好像还没进来。什么？没有，我不是跟你说话主播。下一秒，他的眼神突然惊喜。我去，真来了！男主播激动一番之后，终于想起来打 PK 这件事。那什么，美女，我们现在打一局吗？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连我？哦，是这样，听说你惹到大哥了，跟你打 PK 能收到大哥送的礼物，所以大家都想连你。他们主播之间是有一个圈子的，很多都互相认识，并且有群。刚才的是有人在群里宣扬了一番之后，大家都想接住这泼天的富贵。如他所愿，修洛和他打了一次 PK， 一如前2次的套路。到了最后15秒，修洛再次被偷塔。接下来的几次 PK， 修洛又连了好几个主播，每次都是在最后15秒1111就在对面直播间偷塔，连了6次 PK，6次都输掉了。公屏上面将1111骂了个狗血淋头。妈的，1111给爷爬，有没有管理能把他踢掉啊？这人怎么这么贱呢？已经踢过了，他现在在别人直播间刷礼物，别人也不会踢他。气死了，气死了！还没这么讨厌过一个人。放四哥呢？让放四哥来教训他。四哥不在线，我刚刚已经去看过了。没关系，别生气，大不了今天不播了。现在时间将近晚上8点，算一下时间，他今天也播了快2小时。别呀！还想看老婆，不要因为一个神经病而影响到你的节奏。可恶啊！如果因为那家伙害我看不到老婆，我一定要杀了他。下次直播就是下周了。不嘛不嘛，我还要看，再看看老婆。修洛看了一会儿弹幕，正好又有人要连他。那我再连一次 PK 吧，连完这次就下了。就在这时，手机后台收到了1111发过来的私信，要不要跟我谈恋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以后礼物只给你一个人刷。修洛直接回给他一个滚，再次拉黑删除。中午和修洛分开之后，戴恒就独自回到了公寓。他平时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就是玩玩游戏，在影音室也能待一下午。明明以前也是这么过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格外的难以忍受。原本没打算回宿舍，结果越待越觉得无趣，还以为这个时间点修洛应该已经下班回来了，结果宿舍空无一人，还收到了他兄弟万分敷衍的那条信息：和学生家长一起吃饭去了。有什么好吃的，给他当了一上午的保镖，结果用完就踹了，当家教还不愿意带上他，没良心。戴恒耷拉着眼皮，嘴里斜斜的叼了根烟，百无聊赖的窝在椅子里，手里拿着手机打游戏，一个人玩什么游戏都觉得无聊。在一次 game over 之后，他干脆退出了界面。戴恒很少登录抖音，只是百无聊赖的翻动手机时，看到 APP 右上角的小红点，他的强迫症又犯了，点了进去。原本这个账号就没关注几个人，粉丝也没几个，结果不知道从哪来了一群人给他点了关注，现在粉丝竟然多了几百个，还收到了不少私信。戴恒漫不经心的靠在椅子里，逐一清除，直到看到那条消息：鱼今天被人欺负了，四哥能不能去帮帮他？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戴恒还有点没反应过来，鱼是他妈谁？然后才反应过来，哦，多宝鱼，好兄弟的妹妹被人欺负了，那是得帮。正好这会闲着无聊，他干脆点进了直播间，在看到屏幕里的那人时，戴恒很轻的挑了下眉。那张脸本来就已经极致的漂亮，可今天的妆造依旧美得不可方物。虽然和他哥一样，笑起来的时候并不多，大概是因为长得一样，看到这张脸时，总是让他想到秋洛。戴恒的目光深邃了几分，视线落在对方收得很窄的腰线时，很轻的啧了一声。兄妹俩果然很相似，腰都是一样那么细，就连笑起来的虎牙都是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秋洛亲口承认这是他的妹妹，他恐怕会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秋洛，戴恒半垂着眼，睫毛覆盖下来，不知想到了什么，偏头低笑了声。他现在是37级的用户，在进入直播间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飘屏的特效提示，放肆进入了直播间。秋洛看他一眼，觉得他的反应有点怪，但他没敢多问，免得又被他拷问一大堆。他实在是编不出来一点。秋洛把背包搁在椅子上，从柜子里收拾了干净的衣服。我先去洗个澡。说完就进了卫生间。戴恒半合着眼，视线漫不经心的落向卫生间的方向，差点没气笑了。学姐，这哥是怎么当的？妹妹都被人欺负成那样了，他还有空跟人家在外边约会？想到了手机微信聊天记录里那一句，就是我亲哥。难怪妹妹已经沦落到要在外面认亲哥的地步。手机屏幕里的游戏再一次 game over， 戴恒意兴阑珊的退出了界面，点开微信，切换到了小号。其实没打算用小号加多宝鱼，只是突然想起来，万一哪天事情败露，秋洛发现了自己在勾搭他妹这件事，会不会跟他翻脸？但多宝鱼的朋友圈没什么可看的，除了偶尔会预告直播的动态，生活照一张都没有，也没有出现过他哥。戴恒很轻的挑了下眉，突然想起来，秋洛的朋友圈只展示最近1个月的动态，就那么零星的1、2条，从来没出现过他妹。看来兄妹俩感情一般。戴恒百无聊赖的滑动着屏幕，退出了微信，重开了一局游戏。秋洛洗完澡，照例和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学习。宿舍里安静下来，直到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在他身后走动，然后卫生间的门关上的动静。没多久，卫生间的门再次打开，那人的脚步声逐渐靠近，走到他的旁边停下，拉开了旁边的椅子。秋洛的笔尖停了一下，侧头看了过去，戴恒就坐在他的旁边，闲散的靠着椅背，薄唇间叼了根没点燃的香烟，神情多少有些漫不经心。他的手机搁在桌面上，骨节分明的手指间正把玩着一个打火机，礼貌的和他商量着，我能抽根烟。周末和王文东有时候会组队打游戏，兴起的时候在宿舍也抽烟，只有戴恒每次抽烟还要去阳台。秋洛看他一眼，没多说什么，收回视线，继续做笔记。随你。耳边传来火机摩擦的声音，那低沉慵懒的腔调飘了过来。秋洛，秋洛专心画着重点，头也没回的应着戴恒的嗓音倦懒，漫不经心道：无聊，聊会儿天。大晚上的，2个大男人有什么好聊的？秋洛没有停笔的意思，嗓音淡淡：聊什么？随便聊聊。戴恒漫不经心的摆弄着打火机，低声道：某些程度上来讲，咱们还是有点相似的。我有姐，你有妹妹。秋洛头一次听他说他家里人的事，手里的动作停下，很轻的抬了下眼。你亲姐？他低低的嗯了声，眉心微不可察的蹙了下。但我俩一见面就要掐架，我挺烦他的。说到这里，戴恒话音一转，撩起眼皮，直直看过来。你和你妹呢，关系好不好？笔尖突的顿住，好几秒后，秋洛才反应过来，怎么突然问这个？好奇，好像从来没看到你给你妹打过电话。忘了这茬，秋洛手里继续划着重点，声音没什么变化。不爱打电话，我们平时都是发消息交流。你和你姐好像也没怎么打过电话。也是，你妹妹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从没想过的问题。沉吟了片刻，秋洛的视线在书上打了个转，最后停在某一点。秋小。哪个小？破晓的晓。这样啊。戴恒拖长了音调，低声喃喃：小小。听他提到昨晚，秋洛无奈妥协。知道了，一起盖。到底还是心虚，昨晚睡觉莫名其妙把人打了一顿，说了要对他好一点，自己说过的话总不能不算。秋洛忍气吞声，拿笔在书上划了几条重点。你先睡吧，我还要再看会儿书。大晚上的还学什么习？行吧，我在床上等你。说完这么一句，他便起身走进卫浴间洗漱。出来之后，拎着他的枕头走到了秋洛的床铺，躺下，盖上了厚被子。戴恒若有似无的喟叹了一声：“啧，暖和多了。你被子挺香，是不是偷偷喷了香水？还挺讲究。”想到这家伙正躺在他的床上，还拉着他的被子乱闻，这个画面怎么想怎么怪。秋洛忍无可忍，头也没抬的淡声道：“要么闭嘴，要么回你自己的床。”
对方选择了闭嘴。等秋洛弄完学习上的事情，已经将近12点，外头已经完全变了天，狂风裹挟着刮过，窗户都被吹得哐哐作响，隐约可以听见呼啸的风声。很快雨点就噼里啪啦的打下来，雨势很大，偶尔夹杂着一声惊雷。床上的人应该已经睡着了。秋洛关了灯，摸索着走到了床边，他掀开被子，小幅度的在靠近床沿的地方躺下，尽量避免碰到另一侧的那个人。只是手臂刚放进被子里，就碰到了一道温热的触感。秋洛的手指顿了一下，缩回了手。宿舍1.2米的床，对于2个大男人来说还是有点太小了，特别是那家伙身高腿长，感觉稍微转个身就能碰到。下一刻，旁边传来轻微的动静，一道略带热度的气息打在了他的耳侧，距离很近，有点痒。秋洛的身子僵硬了一下，反应过来现在是什么情况之后，想要往旁边避开，结果发现根本避无可避，再避他只能打地铺了。小心翼翼地将脑袋再往旁边挪了挪，避开他呼吸时的热气。秋洛保持着这个姿势，闭上了眼睛，困意渐渐席卷。半梦半醒之间，一条有力的手臂突然横到了他的身上，突如其来的重量感让秋洛瞬间清醒了几分。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过靠近，秋洛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体散发的热量。秋洛开始怀疑他话里的真实性了，这家伙睡觉这么爱缠着人，是不是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也受不了，所以才忍无可忍的揍了他？强忍着把这家伙扔回他自己床上的冲动，秋洛第3次抬手将他的手臂从自己身上撤了下去后，实在是困得不行，没力气再折腾了，翻了个身，终于睡了过去。下了一整夜的雨，空气里带了点清新泥土的味道，宿舍的窗帘没有拉上，天气不算好，不甚明亮的光线从窗口照射进来，还是会有些晃眼。戴恒感觉昨天晚上那一觉睡得挺舒服，许久没有这么舒适的感觉，被子很香，怀里的抱枕手感也很好。抱枕，意识到在宿舍哪来的抱枕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已经睁开了眼睛。目之所及是少年精致立体的侧颜线条，距离很近，不超过10公分，而他此刻正将人搂在怀里。戴恒很轻的扬了下眉，还好不是秋洛先醒过来，不然这个姿势被他看到了，估计又得一巴掌甩到他脸上。想到这里，戴恒很轻的勾起唇角，慢条斯理的将手臂撤了回来。他单手支着脑袋，盯着那人的睡颜看了一会儿，怎么就不多笑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目光太过炽热，原本睡得很沉的秋洛很轻的蹙了下眉，隐约有要苏醒的征兆。戴恒没有挪开视线的意思，依旧明目张胆的盯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就喜欢在秋洛的雷点上蹦迪，看他气急败坏，然后忍不住想揍他的样子，他莫名很爽。秋洛掀起眼皮，睁开惺忪的睡眼，下一秒2个人对上了视线。兄弟，睡得好吗？空气安静了片刻，秋洛跟没听到似的，将头偏开，再次闭上眼睛。想到昨晚将这家伙的手臂挪开了好几次，结果他还一个劲缠上来的架势，他就心累。再多看他一会儿，他怕他的拳头忍不住要挥过去。缓了缓，秋洛沉默地掀开被子，去买被子，立刻马上。周2晚上，411宿舍里格外热闹。上次王文东菌子中毒后，在医院输了3天液才回了学校，回来之后就抱着周末痛哭了一顿。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整整3天，我头上的草怎么也拔不完，冒了3天的绿果。是不是上天在预示着我什么？周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身上的人扒拉开。醒醒吧，你又没有女朋友，想这些。王文东秒被安慰，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停止了哭泣。也是哦，我又没有女朋友，怕个鬼啊！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立刻拆开了一包薯片。周末盯着他的头顶。话又说回来，你拔了3天，竟然没有秃头也是牛逼。秋洛正坐在书桌前看书，听到他们的聊天，也只是很轻的笑了笑，并没有搭腔。戴恒刚才进了卫生间洗漱，里面隐隐传出水流的声音。这次我大难不死，全靠我2个兄弟的救命之恩。为了庆祝我这次劫后余生，我们明天去酒吧耍一耍，东哥买单。周末第一个举手同意，没问题，反正不用我出钱。下一秒，王文东抱着薯片凑到秋洛的桌前。怎么样，兄弟，去不去？周3晚上我社团有事，恐怕去不了，你们去玩吧。兄弟重要还是社团重要？这次住了个医院，让王文东想开了不少。想想我活了这么多年，一直中规中矩，连酒吧都还没去过。我要见世面，我要放纵我的青春，是兄弟就一起去。
一起吗？咱宿舍4个人一起行动不好吗？你社团几点结束？我们等你结束之后再去也行，反正去酒吧不用太早，大概8点。王文东一拍桌子，时间刚刚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卫生间的门被打开，戴恒手里拿了条毛巾摁在头上，正在擦干头发。王文东站起身来，立马靠了过去。戴恒兄弟，明天晚上去酒吧，我们打算去挥霍青春，去不去？听到这话，戴恒撩起眼皮，看向不远处正认真学习的那道清瘦的背影。秋洛去不去？王文东拍拍胸脯，去啊！我好兄弟当然给面子，大家一起去。哦，那我也去。王文东正准备点头，突然反应过来有点不对劲，这是什么个意思？如果秋洛不去，那他也不去。王文东总感觉他说的话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没关系，去就行了，他也没在意。OK， 说定了，这还是我们411男寝第一次集体活动，完美。这个礼拜秋洛都是满课，除了上课以外，他还得抽空来参加社团的活动。社团活动就安排在周3晚上，他们话剧社上课是在学校的大礼堂，新老学员加起来也不过才20几个人。来话剧社其实并不是秋洛的初衷，但陈思觉得来话剧社能够好好锻炼他的表演欲望，可以解放天性，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教表演。话剧社的入团筛选十分严格，递交报名表之后还要面试，只有秋洛交了个申请书，然后就直接通过了。当时进入社团的每个新成员第一次上课时都要选择一段台词表演出来，秋洛选的段落是雷雨，可能也并不算表演，他更像是在念台词，毫无情绪波动，像是小学生念课文。在此之前，孙老师甚至觉得他们话剧社来了一个天选男主角的学员，相当满意他的外形条件，对他寄予厚望。结果第一次课上，等他念完台词之后，老师的脸就黑如锅底。孙老师痛心疾首，对他一顿痛批，表演毫无灵气，死板枯燥乏味，可惜了。这么好的条件，如果继续这么表演下去，你将来就只能去后面举牌子。虽然老师对秋洛的演技失望透顶，但每次上课之后都要点他一下，导致秋洛的存在感特别强。这次秋洛专门挑了人群最后排的位置坐下，只希望孙继明老师能放过他。然而开始上课还没2分钟，孙继明举着名单朝讲台下方环视了一圈。秋洛来了没有？社团活动也不是每一次人员都到齐，老师偏偏就揪着他一个人点名来了。众人窃窃私语，纷纷往后行注目礼。来了就到台上来，我看看你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怎么样。服了。在所有人的注目以下，秋洛走到了台上，不怪老师总爱盯着他，实在是他的外形太优越。上次让你看的《恋爱的犀牛》，你看了没有？《恋爱的犀牛》也是一部很经典的话剧，里面男主角有一段超长的经典独白，感情充沛，台词功底超强，是他的话剧启蒙作。秋洛看了觉得男主角很厉害，但他做不到。看了，来一段。明明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你是甜蜜的、忧伤的，你的嘴唇涂抹着新鲜的欲望，你的新鲜和你的欲望把你变得像洞一样不可捉摸，像阳光一样无法逃避，像戏子一般毫无怜悯，像饥饿一样的酷无情。他记忆力好，台词记得很清楚，后面还有很长的好几段，但读到这里就被老师打断。停，台词倒是记得清楚，可这表演……秋洛先其言，正是老师对他的评价：毫无长进，一根木头。摇了摇头，像是恨铁不成钢，指了指台下。下去吧，你就坐在那第一排，好好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技巧。秋洛被教育的多了，像是习以为常，顶着众人的目光走下台，在第一排坐下。大概是都怕被孙继明老师点名，第一排零零散散的，没坐几个人。旁边传来一道含笑的嗓音：没事吧？孙老师说话是有点直，但他没有恶意，别往心里去。秋洛刚才从台上下来之后，就找了个空位坐下，也没注意到旁边坐着谁。此刻顺着声音侧头看过去，入目是一张有些眼熟的脸，叫什么来着？叶檀好像是这个名。两个人中间还隔了一个空位，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每次上课都被他说，要是真介意，我早就退社了。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你，很想让你当他的话剧男主角。他对别人从来不这样。知道自己的能力，如果他真当了男主角，孙继明老师恐怕能被他气死。到时候孙老师应该会指着脑袋骂他朽木不可雕，很有自知之明。淡淡算了吧，我在后面举牌子得了。今天你男朋友好像没跟你一起。这话落下后，空气一秒安静，似乎是觉得荒唐。秋洛抬眼看了过去，什么男朋友？叶檀看着舞台上方，像是随口一提。大恒，你们俩经常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这么说，不是吗？秋洛没关注过校园论坛，不知道现在谣言到底传成了什么样，没什么表情。我不是同性恋。叶檀似乎有些意外，随即又很轻的弯起了唇角。这么说，你没跟他谈恋爱？好像有点不对劲。叶檀的目光变得不加掩饰，如果对方是戴恒，他还真没什么把握把人抢过来。既然两人不是情侣关系，没再跟他兜圈子，单刀直入道：既然如此，那我可以追你吗？
秋洛的身体僵硬了一下，一时竟不知道作何反应。刚才有那么一秒，他还以为上次是自己想多了，况且他已经说过他不是同性恋了，这家伙是耳聋吗？秋洛已经彻底没了耐心，不打算给他任何错觉，表情也冷了几分。不可以，我不可能喜欢男的。有些时候话不要说的这么绝对。秋洛的眉心拧了起来，口袋里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下。秋洛染着想要换个位置的想法，从裤兜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戴恒发过来的消息，在哪？社团活动还没结束，你们先去。我没看到你，看到了。没过一会儿，旁边的椅子上坐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秋洛侧过脸，戴恒正好整以暇的坐在他旁边。你来干什么？接你，等会儿一起去酒吧。秋洛反应过来，点了点头。他能感觉到左手边叶檀的视线一直盯着他的方向，特别是戴航来了之后，他眼神里的探究愈发明显。旁边坐了一个对自己有想法的男人，让他浑身不对劲。秋洛很轻的蹙了下眉，下一刻，左手边的手臂被人轻轻的碰了碰。他左手边坐着的人是叶檀。秋洛本身就不太习惯和别人产生肢体接触，更何况是一个陌生的、不熟悉的、对他有想法的同性，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一条毒蛇爬上了手臂。秋洛瞬间头皮发麻，身体下意识做出反应，猛地将手臂收了回来，侧头看了过去。叶檀还笑眯眯地看着他，手臂横在中间的空位处，手里拿了瓶矿泉水。别紧张，就是想给你一瓶水。跟你很熟吗？就动手动脚，但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好发作，心里莫名有些窝火，按捺着火气。滚吧，谁要你的水？他刚才的动作幅度有些大，戴恒掀其眼，侧头看了过来。怎么了？没事。旁边传来若有似无的一声笑。这么反感别人的触碰，不是恐同就是深贵。七洛，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根本就是个弯的吧？秋洛手指收紧了些，这会儿真的有点想打人了。他们的对话也就两人能听见。戴恒挑了下眉，隐约察觉到了什么，视线往秋洛的左边瞟了眼，漫不经心的扯起唇角。咱俩换个位置。你别动，我坐你另一边。说完这么一句，他站起身来，绕到戴恒的另一侧坐下。戴恒高大的身形挡在中间，正好隔绝了那道灼灼的视线，总算不再被人盯着。秋洛感觉好了不少，台上的孙继明还在喋喋不休。秋洛安静片刻后，侧头看向旁边的人：我们社团活动，你在这合适吗？我觉得挺合适，我来观摩一下邱老师演戏的时候是什么样。他抬手抵住秋洛的侧脸，将他的脸转了回去。认真听课，邱老师。说完这么一句，他漫不经心的转头看向左手的方向，正好对上一道探究的视线。戴恒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点什么，但这个人的眼神就让他感觉到不太礼貌。戴恒平时里总是笑着，看起来脾气很好，可当他收敛了笑意，冷感又带了点攻击性。你再多看2秒，看看我能不能把你眼珠子请出来。用词很礼貌，甚至还用上了请教养，刻在骨子里。僵持了2秒钟，叶檀咬了咬牙，率先转开了视线，冷笑了声：“妈的，他凭什么可以又是碰脸，又是扯衣服，还说不是弯的？”台上的4个演员正在拍红玫瑰与白玫瑰片段，2个男人要抱起一个女人，从其中一个男演员手里把女演员送到另一个男演员手里，如此反复好几次。台上是男2女，2个男生的身高都是中等偏瘦，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因为其中一个男生没能把那个女孩抱起来，那场面有点滑稽。台下传来了一阵哄笑，戴航单手支招脸，偏头看向旁边的人，好整以暇的瞅着他。不科学啊！你们老师没选你当男主角。秋洛总不能跟他说自己演技太烂，所以当不了男主角。他不想解释那么多。我天生不爱当男主角，我喜欢举牌子。举牌子，像那种穿得很性感的礼仪小姐一样。他玩味的视线上下将秋洛打量了一番，似乎挺好奇。你要穿那种服装？你思想不严肃，闭嘴吧。台上的声音传了过来。现在的男生没点男生的样子，连个女孩子都抱不起来，天天吃那么多饭都吃到哪去了？看你们刚才的表现，根本毫无默契。演戏的时候身体接触不是很平常的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选几个同学，我们先做点其他的小互动，让你们解放天性，避免又被老师点到。秋洛垂下眼装死，戴恒侧着脸，连视线都没往台上看过一眼，还在跟他聊着天。我又没看过话剧，怎么会懂？你给我讲讲怎么举牌子。他们就坐在第1排的正中间，十分扎眼，加上戴恒讲小话的动作太过嚣张，丝毫也不克制。台上的孙继明视线落在戴恒身上。这位男同学，你上来。秋洛神情淡定，假装不认识旁边那个人。秋洛，叫一下你旁边的同学。
我说的就是你这位男同学。这位男同学怎么从来没见过？来到舞台中间来。戴恒笑得漫不经心，倒也没拒绝，慵懒懒地站起身，顺从地走到了舞台中央。他走到台上的瞬间，后面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隐隐听到好帅、好高等字眼。台上还站着刚才的2位男演员，戴恒1.89米的个头，往那2个男生旁边一站，足足比他们高出大半个头。妈呀，这对比太强烈了！这真的不是富家少爷和他的2个仆人吗？秋落眼皮跳了跳，心想你对同学礼貌吗？结果视线落到台上，好像还真有点那个味道。那个人往那一站，简直帅的和旁边的人不在同一个图层。2个同学怎么显得灰头土脸？意识到自己好像也不怎么礼貌，秋落挪开了视线。叶檀、王浩杰到台上来。这次孙继明老师总算没把目光再盯着秋落。上来的3位男同学，选一下台下的同学作为你的同伴，我们做点小游戏。名叫王浩杰的男生选了1名女同学，现在就是3男3女的搭配，只剩下戴恒和叶檀还没有挑选同伴。秋落一直注意着台上的动态，今天难得逃过一劫，抱着点看好戏的意味，抬起眼时不经意的和台上的戴恒对上了视线，隔着遥遥的距离，2个人无声的对视了一会儿。秋落觉得这个人但凡是有点眼力见，应该不会选他。秋落过来，你不选1名女同学可以吧，老师？他刚刚只说要选同伴，也没规定男女。也行，秋落，你上来吧。秋落很缓地吐了一口气，按耐住此刻就想把他按在地上打一顿的冲动，再次起身，不情不愿地走到台上。戴恒站在台中央的位置，左边是组好队的3组，右边站了一个人，中间空了点位置。怎么这个表情叫一个？秋落抬起眼，脸上没有其他的表情，微微压低了声：“你是不是有病？选我干什么？”那你觉得除了你，我还能认识谁？所以说，谁让你没事跑到别人的社团来凑热闹？叶檀，你选一个同伴。秋落这才注意到，他左手边站着的人是叶檀，蓦然收回视线。叶檀沉吟了片刻，选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走上台后，在最边上站好。叶檀大概为了给女生让出点位置，往秋落的方向靠了一步。秋落原本站在2人中间，保持着同样距离的平衡，左边的距离倏然拉近，这让秋落身体一僵，下意识做出了举动，往右边跨了一步，肩膀撞到了一堵坚实的胸膛，他整个人都差点怼进戴恒怀里。干嘛碰瓷啊？闭嘴！虽然嘴里骂了他，但身体很诚实。秋落还是站在原地没动，一个是好兄弟，一个是对他有想法的同性恋，和谁保持距离，他还是能分得清的，总比碰到旁边的那个人好。2个人之间的距离有点近，肩膀都蹭在一起。戴恒挑了下眉，其实右边还有点空间可以挪步，但他没动。我们演话剧的，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放贴性。如果大家都拘着，怎么能演得好戏？现在和你的同伴来一个面对面的拥抱。上了舞台，你们是战友，是好搭档，你们要互相信任，给予对方最大的热情。虽然知道他只是在走剧情里的动作，但秋落还是莫名的颤了下，以及那低沉磁性的嗓音靠近他的耳廓，吐息温热。我想给你一个家，我想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我想抚摸你的后背，让你在天堂里的翅膀重新长出。果然，好的演员会带着对手入戏，进入角色，感受角色的思想和情感。如果对方是戴恒，对着他这样一张脸，以及他这一番真情实感的告白，应该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得了。秋落感觉他的半边身体已经麻了，耳朵烫的好像要着火。这家伙念台词就念台词，有必要离他耳朵这么近吗？你感觉不到我的渴望是怎样的向你渴望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下巴，以毛孔散发的气息。我爱你，我疯狂的爱你。直到戴恒的另一只手掌搭在他的侧腰，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衣，秋落的手指都僵住了。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秋落忍无可忍之下，正准备转身给他来上一拳，台下猝不及防传来了掌声。这掌声还是孙继明带的头。好，完美。虽然你和原作表达的情绪不同，但话剧最重要的是创造力。你有你自己的感受，表达出你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好的，表演很有张力。戴恒撩起眼皮，又恢复了他平日一贯的漫不经心。秋落视线在这一刻才恢复清明，整个人还有点懵。戴恒侧过脸，目光定格在秋落红的快要着火的耳垂时，观众席此刻已经要爆炸。就刚才2人在台上演的那么一小段，几个女生已经没忍住要尖叫出声。我的天，戴恒好聊啊！刚刚捂眼睛那一段，我真的直呼受不了。
我懂，还有搂腰的那一下，真是酥到我了。这身高差、体型差，简直是绝配。他们真的是一对是不是？不然怎么上社团课还要过来陪着一起？果然是热恋期的小情侣。所有人都在议论，除了站在角落的男生眼里的阴质被藏在昏暗的光线里，无人察觉。孙继明非常激动，觉得这简直就是他的天选男主角，外形无可挑剔，最关键的是演戏还很有灵气，念台词的时候声线也很好听，完全不让人出戏，笑眯眯的。戴航同学，你有没有意愿加入我们话剧社？戴航挑了下眉，视线落向旁边，又恢复一脸漠然的秋洛。这不合规矩吧？已经过了社团招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你加入我们社团，你和秋洛一起，下次给你们俩排一部话剧，你当男主角，你看怎么样？还有这等好事？还是算了，我社团也挺忙的，可能顾不过来。那太可惜了，你再考虑考虑，不用急着给我答复。谢谢老师，我会考虑。在所有人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两个人总算回到了台下。只是下了台之后，秋洛就面无表情着一张脸，怎么也不肯理他了。不管戴恒跟他说什么，都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社团活动结束，已经是晚上8点，外面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只剩下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线。最近气温下降，夜风吹过时寒意更甚。礼堂里面温度刚刚好，到了外面就感觉到冷。还在生气？别不理我吧，我也没答应要来，这不是挺听话的吗？你参不参加的，我还能管得了你吗？怎么不能？你让我来我就来，你让我走我就走，都听邱老师的。随你，你爱来不来。说完这么一句，还没走出一步，脖梗就被人勾住，又被拽了回去。秋洛眼皮跳了跳，正准备骂人，别动，头发乱了，邱老师。秋洛被硬控了，他的手指带着热度，在带着寒意的黑夜里，那点热度就格外的清晰。秋洛喉咙动了动，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转开了话题。周末和老王呢？他们先过去了。让我们结束之后去找他们。我叫了车，马上就到。王文东定的地址是人气很旺的酒吧一条街，从学校过去打车大概得半个小时。这个时间点，酒吧一条街正是热闹的时候。门前的招牌是5颜6色的霓虹灯，绚烂夺目。从出租车上下来，他们走进巷子深处，停在一家名叫邂逅的酒吧门口。和其他灯光闪烁的招牌不同，这家店面显得低调了不少。刚看到这家酒吧时，秋洛还以为这是个清吧。结果刚走进大门，耳朵就被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轰炸了一番。酒吧内光线昏暗，顶灯不停地旋转，光影变幻，明暗交错。这次王文东下了血本，还定了一个卡座。秋洛过去的时候，王文东和周末已经喝嗨了，桌上倒了好几个空的酒瓶。除了他们俩以外，竟然还有3个女孩子。秋洛刚走过去，就被王文东拽着围到了桌子边上。秋洛，怎么才来？看到没，我兄弟把学习的细草，是不是贼帅？秋洛向他们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3个女孩子都很矜持的和他招手示意。周末正在和其中一个女孩子划拳，抽空和他招呼了一声，又转过身继续划拳。王文东拿起桌上的酒往秋洛手里塞。你也来晚了，兄弟，罚你喝一杯，把这杯酒干了。什么情况？说了是宿舍聚会，结果多了几个陌生女孩，他有点想走了。兄弟，我跟你说，哥们儿的春天来了，桃花要开了。中间那个女孩是我们系的学姐，他们刚才过来跟我们搭讪，想要来蹭个卡座，借口绝对是借口，她肯定是喜欢我，不然怎么不去蹭别人的卡座？卡座设了最低消费，最低的消费2000块钱。有些人消费不了2000，但又想要稍微舒适一点的环境，所以就会去蹭卡座。我得把握住机会，帮个忙，兄弟的下半辈子就靠你了。我怎么帮忙？别对他们太热情就行了，就像你平时那样，他们在你这没有机会，那我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在行呢，我还有一个好兄弟呢，他在外边接电话，说了来晚了，要罚酒，把这杯干掉，快点，麻溜的。没能混过去，秋洛只好拎起酒杯，将那杯酒一饮而尽。这才对嘛！你先喝着，等大航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玩游戏。说完这么一句，王文东就转身和他的女神划拳去了。酒吧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了不少。秋洛没再喝酒，把酒杯放在桌面上，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手机，给戴恒说明一下在这里的情况。落单的女孩子拿着酒杯在他旁边坐下，问他要不要划拳。不好意思，我不会。
说完这么一句，就低头敲字，并没有再继续聊天的意思。大概是酒吧的气氛太嘈杂，女孩子没能听清他说什么，又离得近了一些。刚才听你朋友说你是法学系的，好厉害，那你以后会当大律师了。如果是一般男生被女孩子这么夸奖，估计话匣子就打开了。但秋洛的神情始终很淡，垂着眼，并没有要交谈的意思。颜露露也不气馁，好奇地询问道：学弟，刚好你是法学生，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有一个朋友被渣男骗了钱，现在他被拉黑删除了，你帮我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把钱要回来？根据刑法规定，被骗3000以上才能立案。你朋友被骗了多少钱？情况太复杂了，这里太吵，说不清楚，要不加个微信，我详细跟你讲讲。意识到自己似乎被套路了，修洛简直防不胜防。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微信聊天的界面，没法用没有微信这个理由来回绝。在女孩热切目光的注视下，他只好退出聊天框，点开了二维码，两人成功加上了好友。下一刻，旁边的空位处坐下一个人。我抽根烟的功夫，你就撩了妹，连微信都加上了，动作够快啊！王文东此刻也注意到了他。我另一个好兄弟来了，林大的另一棵草。你朋友都这么帅的吗？现在的学弟还真是高质量。王文东浑然不觉，自己女神的视线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戴恒，他还觉得自己倍有面子。那当然了，我们学校最有名的2棵草都在这了。老戴，迟到的人要罚酒啊！刚刚秋洛已经罚过了，你麻溜的。你喝酒了？喝了一杯，虽然还不至于一杯就醉，但他此刻领口微长，皮肤在灯光的晃动下愈发显得冷白，眼尾铺上了一层薄红，带着点微醺的氛围感，漂亮的不像